如果可以选择一种进化蓄力，你会选择哪一种？再生能力逆天的001种，拥有复制增生的005古天使，可以空间传送的009魔术师，或是勾魂夺魄的0109尾狐。而这些能力恐怖的诡异序列，都是被关在监狱2年半的我创造出来的。只因我获得了创造序列生物的能力，而激活这个能力需要完成一个任务，那就是将入侵蓝星的异兽全部消灭。然而，由于我这个最强异能者实力太强，让异能者联盟感觉地位受到了威胁，所以在我与妖皇的最终之战时，悍然发动被俘，导致我身受重伤，修为被俘。既然你们不仁，休怪我无义。异兽虽亡，诡异再生。此时我直接将不死族之血倒入了主槽，仿真人皮和食人花放入副槽。眨眼间出现了一个装着深红色液体的实验试管，未命名试剂，效果未知，口服使用。看着这诡异的液体，我一时间陷入了沉默。这玩意真有人想喝吗？看来得找个试验品了。由于被关在监狱，目前能接触到的也只有狱警了。几天后，总算让我等到了合适的目标。牢房外有一位专门负责看守特殊犯人的狱警。这天夜里，突然响起一阵突兀的电话铃声，我也几乎同时睁开了双眸。电话那头传来了不好的消息，狱警的妻儿被3个异能者杀害，而他只能听着电话里的惨叫声。即便他现在赶到现场，也无能为力，因为他只是一个普通人，根本无法抗衡异能者。他抱头伏倒在地上，一对瞳孔早已被血丝覆盖，眼中只剩复仇与死志。我就算赔上这条命，也绝不让你们好过。声音不大，却格外振聋发聩。他指甲深深陷入掌心，猩红的血液顿时染红地面。就在这时，一道淡淡的声音却悄然响起：“你去了也不过是多送条人命吧。”李然愤怒的目光定格在了我身上，而我如引人堕向深渊的魔鬼般，拿出早已备好的深红色药剂。它可以让你拥有杀死异能者的力量。李然的瞳孔瞬间放大，如果是别人，他或许会不屑一顾，但在眼前这个男人身上，曾是全球最强的异能者，他几乎没有任何犹豫，直接对着我跪了下来。只要您能让我杀了那群畜生，我可以付出任何代价，哪怕是生命。代价不是我说了算的，喝下去你就知道是什么了。李然没半点迟疑，接住那半管红色的液体，立即仰头咽了下去。然而让他始料未及的是，入口瞬间，液体竟直接逆流而上，倒灌入了他的大脑中。瞬间感觉头颅仿佛要炸开一般。过去了大概10分钟，他终于恢复了平静，摇摇晃晃地站起身来。就在我疑惑为何没有变化之时，李然突然浑身一颤，下一刻，他那整颗脑袋竟一下子裂了开来，如同绽放的花朵，裂成了数片带着密集利齿的恐怖花瓣。恭喜宿主首次完成创造，奖励精品材料包1份，请宿主为诡异序列001命名。我拖着下巴想了会，缓缓吐出了2字孙种。序列001孙种，初始等级 C 级巅峰，可复制能力，伪装快速恢复致命伤免疫。果然只有 C 级吗？我倒也没意外，毕竟原本这瓶药剂的材料也就一般。不过好在新获得的材料包应该足够我再创造出一个更好的。孙种身上能复制的3个能力，第一个想都不用想，直接跳过。我现在被严加看守，怎么伪装都没用。至于快速恢复和致命伤免疫，这2个能力倒是不错。思考片刻后，我用30创造点换了快速恢复。致命伤免疫固然不错，但一共只有150创造点，在监狱比外面还安全，没必要去换一些暂时无用的能力。选择快速恢复也只是为了让自己的伤势早日愈合。剩下的120创造点还是留着创造下一个诡异吧。在我弄完这一系列事情后，李然也已经重新掌控身体，变回了原来的模样。他的眼中闪过复仇的火焰。3天后，3个不良青年从小巷中走了出来。他妈的，怎么这2天遇到的都是硬骨头？另外2人哈哈大笑。你还是玩的少了，不会反抗的一点意思都没有。就在这时，一阵沉闷的脚步声突然传来，在寂静的黑夜中显得格外诡异。就是你们杀了我的妻儿。一道身影出现在3人面前，看清来人后，3人顿时哄堂大笑。没想到你还真找来了，勇气可嘉啊！你老婆？王延凯越说越起劲，完全没注意到李然已经变得血红的瞳孔。怎么，你今天来找我是要给他们报仇吗？就凭你一个普通人？他见李然久久没有反应，手中凝聚一段火焰。既然你来找死，那我就让你们一家在下面好好团聚。说着便将散发着炽热的火焰立刻就朝李然迎面掷出。王延凯撇了撇嘴，转身就招呼着身后2人离开。在他看来，普通人挨自己的这一下十死无生。然而在他的招呼下，另外2兄弟却迟迟没有反应。王延凯连忙回过身，只见李然站在火焰中央，尽管皮肤被烧得滋滋作响，可他却如同毫无察觉一般，脸上没有丝毫表情。王延凯被这诡异的一幕吓得冷汗直流，刚准备给眼前这人再补上一发，李然的脑袋忽然裂成5瓣，密密麻麻的利齿，每一根都距离他的脑袋不足毫厘。惊恐的叫声响彻大半个城区，王延凯直接整个人瘫倒在地上，裤子的大腿部分肉眼可见的湿了一大片。有怪物，不要吃我！可惜事与愿违，骨头断裂的清脆声响起，随着花瓣一张一合，王延凯的脑袋瞬间不翼而飞。后面2人被吓得魂飞魄散，无头尸体砰的一声倒下，2人方才如梦初醒般开始不要命的狂奔。李然脑袋重新变回原样，却依旧是一副波澜不惊的样子。下一刻，他的2只手如橡胶般拉长，猛地朝2道身影弹射而出，同时透过2具身体，直到意识消散之前，2人的嘴角还不解地呢喃着：异兽不是已经消失了吗？
与此同时的帝都监狱里，我饶有兴趣地看着眼前的虚拟画面。当一切落下帷幕时，序列001孙总击杀 F 级异能者3名，获得3个创造点。原来这样也可以获得创造点，不过 F 级才1点。我嘴角微微上扬，再一次打开了储物空间，是时候迎接新的成员了。3个材料包依次被打开，恭喜获得白纸伞及鹰之血黑暗原物质。这次创造出的会是什么呢？江南异能者协会分部。看着眼前欲拒还迎的柔弱女人，王昊天两眼直发光，刚准备想要提枪上阵，可一阵突如其来的电话铃声却一下败坏了他的兴致。王昊天刚准备接通电话怒骂一顿，可看到来人的姓名时，顿时怒气全消，满脸陪笑。会长大人，您今天怎么有空给属下打电话了？王执事，今天早上的报道你看了吗？你管辖的那片城区疑似有异兽出现，昨晚死了3个异能者了，其中1个是你儿子。王昊天瞳孔中满是不可置信，顿时双眼赤红，脖子上的青筋根根暴起。这不可能，之前不是说异兽被彻底消灭了吗？现在怎么可能还有异兽出现？这就是此次案件最大的疑点。我知道你的丧子之痛，但这起事件发生在你的管辖区内，又正好与你相关，所以这件事便由你前去调查。王昊天强压下心中的悲痛欲绝，赤红着双眼道：我不管他是人是鬼，等我找到他，定要将其碎尸万段。另一边的酒吧里，墙上的电视正在报道异能者遇害的消息。李然一个人坐在吧台前，不停地把高度酒水往嘴里送。他握了握拳头，心里清楚自己能拥有这股力量，全都是因为那个神秘的男人。等过了这阵风头，我得赶紧回去找那位大人。其实眼下李然完全可以不回监狱，在外面逍遥自在，但不知道什么原因，自从他喝下那瓶药剂后，就已经生不出半点背叛的心思了。这一点就连他自己都没有注意到。片刻后，喝到脑袋有点微晕的李然踉跄起身，眼神稍显迷离地朝酒吧外走去。就在他双脚即将迈出大门的刹那，一股莫名升起的危机感让他心中顿时警铃大作，醉意瞬间烟消云散，身子也因此下意识停顿了半秒。下一刻，随着一道巨大的爆炸声响起，一双仿佛被烧得赤红的铁拳，如同炮弹般从空中轰然落下，顷刻间被砸到凹陷的地面，正是他刚才准备踏足的区域。就是你杀了我的儿子。半蹲的身影缓缓站起，王昊天的目光死死盯在李然身上，瞳孔中的怒火似乎已经要夺眶而出。暗自警惕的李然心中一惊，是奔着我来的。看来是之前杀的那3人。见眼前之人久久没有反应，王昊天冷哼一声，直接一拳照着李然的脑袋轰了过去，仿佛是夹杂着赤色火焰的闪电划过半空，巨大的铁拳瞬间就来到了他眼前。这一拳来得极其突然，让李然根本没有丝毫反应的时间。伴随着一阵骨骼碎裂声响起，他的脑子瞬间被打得一片空白，鲜血从七窍中疯狂涌出。李然借助这股力量，顺势控制身体往后倒退了数米，落地的瞬间，他只感觉眼前一阵眩晕，身子狼狈地晃了晃，险些一头栽倒下来，勉强再次抬头看向对面的王昊天。李然的瞳孔中只剩骇然之色，若不是有免疫致命伤这个堪称神级的技能在，就凭对方刚刚这一拳，自己恐怕就已经一命呜呼了。区 C 级居然还能扛下我一拳，看来你确实不一般。王昊天瞳孔中金芒闪烁，旋即他气势一掌，全身上下突然迸发出无比灼热的火焰，把整个人严严实实包裹了起来。希望你能再耐打一点。这么简单的死去，太便宜了。一颗硕大的赤红铁拳已经狠狠落在了李然的胸口前，即便在他控制着身躯变得柔软后，橡胶般的皮肤已经卸去了很大一部分力量，但他被击中部位的肋骨还是应声而断，身体也像破麻袋般向后抛去，径直把木质的吧台砸得稀碎。所幸他还有一个快速恢复的能力，仅仅几秒钟，断裂的骨骼已经再次恢复如初。看着再次摇晃站起身的李然，王昊天二话不说，沙包大的拳头再次如同雨点般落下。他却惊恐发现，无论是打碎了脑袋还是心脏，李然竟都能以极快的速度复原，随后又变得像没事人一样站起来继续挨揍。长时间的持续输出让王昊天都有些微微喘气。李然此时也不好受，虽然他能快速恢复伤势，但那种开颅碎心的痛感却是实实在在的。若是再这样下去，他很可能会真的命丧于此。不行，必须要赶紧想办法逃了。意识稍显昏沉的李然咬了咬舌尖，刺痛感勉强换来了短时间的清明。一只滚烫的大手却突然出现，一把抓住了他的手臂。既然打不死你，那我就把你身体一块块拆掉，看你是不是还能再长出来。耳畔传来的狰狞声音瞬间让李然瞳孔巨震，还没等他有所反应，他的左肩便被连根拔起，炽热的鲜血疯狂地喷涌而出。王昊天用力抓着那只手臂，滔天的火焰瞬间升腾而起。仅仅片刻，李然就亲眼看着自己的手臂彻底化作一块焦炭。王昊天找到能彻底杀死他的方法，在发现李然的断臂只是缓缓愈合，无法再生后，王昊天立即露出了猖狂的狞笑。现在开始着急了，他的左手再次如闪电般探出，这一次直接牢牢扣住了李然的脑袋。接下来只需要微微用力，这颗大好的头颅就会和身体一分为三。王昊天怒吼一声，刚准备发力，却突然感觉脊背莫名一凉。身为异能者的第六感告诉他，身后正有危险在靠近自己。王昊天迅速扭头向身后看去，只见一道半虚半实的鬼影竟不知何时出现，正直奔着自己的脑门飞速撞来。鬼影已经近在咫尺，直接穿过他妄加阻拦的右手，精准没入了眉心之中。就在被鬼影入侵的刹那，王昊天整个人仿佛失了魂般，瞳孔短暂的开始溃散。李然趁机挣脱王昊天的掌心，立即飞身向后退出了数十米距离。就在他停下身形
行的时候，这才发现一道白色身影不知何时已经出现在了自己身边。这是个身着白色素衣的少女，身材略显单薄，在其右手上还拿着一柄素白色的古代纸伞。李然看见这张略显苍白的容颜后，猛然一怔，眼前这个少女他竟然认识。你是白大哥的女儿。白灵儿略显病态的脸上轻轻扬起了一抹弧度。李叔，好久不见。见对方承认，李然眼中顿时出现了惊喜之色。你怎么从医院里出来了？白大哥不是说你得了癌？话说一半，他便止住了。白灵儿看出了李然的顾虑，嫣然一笑：我的癌症已经被那位大人彻底治好了，现在我是序列002鬼伞。李然幡然醒悟，看向白灵儿的瞳孔中满是复杂。当初他离开第9监狱时，不得不让自己的好兄弟白山为自己暂时顶替了职务，估计就是在这段时间里，白山让自己女儿也喝下了那种药剂。李然长叹一声，白灵儿猜出了李然心中所想，他的眼神突然变得平静。我很感谢那位大人给予了我新生，与其在病床上等待死神降临，我宁愿付出这一点代价，换来走出病房的自由。李然听着这一番话，身子不由得怔了怔。你说的对，是李叔想多了。若非那位大人，恐怕我现在还无力报仇呢。白灵儿满是笑意的脸上突然变得如深渊般冰冷。我们等会儿再聊，那个家伙醒了，我先把他解决掉。他一步朝前跨出，把那柄看上去弱不禁风的白纸伞举起，洁白的纸伞顷刻在天地间盛开。那把纸伞底部竟然流淌出一股股暗黑色的浓稠液体，这些液体迅速包裹到白灵儿身上。等到他再次睁开双眸时，黑色的瞳孔已经变得猩红，整个人变得莫名妖艳。你到底是什么人？目睹了这整个过程的王昊天心中升起了一种很不好的危机感。白灵儿用猩红的舌头舔了舔嘴唇，一脸病态的娇笑道：我可不是人哦，你可以叫人家鬼伞。随后他竟缓缓悬浮在夜空之中，戏谑地俯视着满脸目瞪口呆的王昊天。你是 B 级巅峰。王昊天立即大惊失色，再也没有了之前嚣张的气焰，只要能做到悬空而立，那最少也是 B 级巅峰的水准。必须得逃，我要逃出去。把这里的情况告诉会长大人。王昊天被吓得冷汗直流，脸上的神色已经变得惊慌失措，双腿不住颤抖着往后慢慢退去。白灵儿又怎么会如他所愿？只见他手持着白纸伞轻轻一转，一道散发着黑色鬼气的石门忽然从天而降，正好砸在了王昊天准备逃跑的路径之上。勾魂夺魄。还没等王昊天反应过来，6根半虚半实的锁链忽然从鬼门中探出，迅速朝他蜂拥而去，眼看着就要被6个钩子刺入身体。王昊天心头一紧，附着在他身体上的火焰足足燃起1丈之高，犹如化作一道屏障，试图格挡6根铁锁。然而这一切抵抗都是徒劳，只见银钩带着锁链直接透过屏障，如同刚开始那只鬼影一般，齐齐没入了王昊天的体内。仅仅片刻，锁链勾出了他的灵魂，肉身的瞳孔中彻底失去光彩，倒在了狼藉的地面上。白灵儿左手一招，那还在不断哀嚎的灵魂送到了李然跟前。李叔，这是给你的。被白灵儿的声音一惊，李然才从方才的震撼中回过神来，看着被递过来的灵魂，他一时间也有些摸不着头脑。大人说，我们可以通过猎杀异能者提升实力，吸收这家伙的灵魂，你应该就可以突破到 B 级了。李然迟疑了一会儿，他深深看了一眼白灵儿，最后长吐出了一口浊气。他脑袋一晃，忽然毫无预兆地裂成了5瓣，在王昊天不可思议的目光里，一口将其灵魂吞入了腹中。短暂的消化过后，独属于 B 级诡异的气息从李然身上蔓延开来，他断掉的那只手臂竟然开始以极快的速度复原，左手失而复得，让李然脸上露出了难得的笑容。白纸伞再次合上，白灵儿也变回了那个弱不禁风的文静少女。她告诉李然，他们接下来的任务是摧毁江南异能者协会，彻底掌控整个江南。李然顿时被这庞大的野心震撼，他满脸不自信地问道：不会就靠我们2个人吧？放心，那位大人还给我们准备了帮手。白灵儿淡淡一笑，拿出了一管暗紫色的试剂。看见这个熟悉的事物，李然两眼一瞪，当即不敢置信地惊呼道：这是新的试剂。白灵儿轻轻点了点头，反手又将这管试剂郑重地收了起来。那位大人说，让我们自己找个人喝下去，那个人就是我们新的伙伴了。李然的表情有些迟疑，旋即又谨慎地问道：那位大人还有没有别的要求？白灵儿点点头，神色有些奇怪地说道：抽搐，怎么感觉这更像是那位大人的喜好？那我们要去哪里找个这样的人呢？就在他为此头疼的时候，一道坚定的声音忽然从2人身后的酒吧内响了起来。可以让我试试吗？2人转身看向说话的人。2位大人，我叫木梭，是这间酒吧的老板。虽然木梭表现得很平静，但2人还是听出了对方话里的紧张。刚刚发生的事你都看见了？白灵儿语气冷淡，瞳孔中似有寒芒乍现。木梭见状，心中虽然害怕，但还是咬牙硬撑着点了点头。我一直躲在酒馆里。白灵儿又拿出了那管暗紫色的试剂，在玉手上晃了晃。你想喝这瓶东西，不怕变成我们这种不人不鬼的样子吗？听见这句话，木梭没有半点犹豫，毅然决然的一口应了下来。白灵儿和李然对视一眼，而后将那瓶紫色试剂轻轻抛了过去。
想喝就给你喝了吧，反正谁喝都一样，也省得我们两个再去找人了。木梭瞳孔中闪过一缕喜色，随后赶忙伸出双手，小心翼翼地接住了这诡异的液体。多谢两位大人成全。他毫不犹豫打开了试管的塞子，仰头将紫色的液体一饮而尽。木梭突然一声凄厉的惨叫，整个人直接瘫倒在地上，身体不住的剧烈颤抖着。一阵令人毛骨悚然的声音响起，在两人的目光下，木梭的背部竟缓缓生长出了8根令人心惊胆战的蜘蛛腿。这8根蜘蛛腿的末端仿佛长毛般，散发着幽寒的金属光泽，白色的蛛丝蔓延到木梭的全身，骨头重组的咯吱声持续了将近半个小时后，木梭猛地一抬头，露出了一张长着6只眼睛的诡异脸庞。创造完成，请宿主为诡异序列003命名。看着视线中传来的画面，我摸了摸下巴，缓缓说道：“就叫朱后吧。”命名成功，诡异序列003朱后已成功录入诡异档案。初始等级 B 级中期，可复制能力：危险感知、快速繁殖、神经毒素。看来同品质的诡异之间还存在其他差距。这管试剂所用的材料其实是和002号一样的，但鬼伞的初始等级就是 B 级巅峰，而朱后只有 B 级中期。不过朱后的能力不需要靠等级，本体并不是主要的攻击手段，真正的杀招是快速繁殖产生的携带剧毒的小蜘蛛。然后我打开了个人面板，将危险感应这个能力复制了过来。序列000造物神，等级无，最高可继承至 B 级巅峰，拥有能力致命伤免疫危险感知。其实我早就可以继承诡异的境界等级，之所以没有动作，是因为现在继承的等级太低，即使从监狱中逃出去，也会被高境界异能者追杀。而此时另一边的异能者协会弟弟木梭正倒挂在下水道的顶端，通过100米范围的蜘蛛感应，探查大楼内异能者的数量和实力。情况还不错，没有发现 A 级的异能者 ，B 级以上的战力也只有5个，实力最强的是那个会长，和鬼伞一样是 B 级巅峰。听着木梭给的情报，白灵儿微微陷入了思考。这次我们要速战速决，你们俩去解决那3个执事，剩下的2个家伙全部交给我。闻言，李然微微皱了皱眉头。你一个人可以吗？放心，他们伤不到我。见白灵儿这么有自信，李然也默默点了点头，没再说什么。朱后，其余的杂鱼就交给你了。大人说了，异能者一个不留。木梭点头同意后，脸上露出一抹诡异的笑容，随即8根猪毛微微颤抖，雪白色的蛛丝疯狂涌出，迅速在天花板的墙角织成了一枚椭圆形的巨大丝茧。没多久，一只小蜘蛛咬破丝茧蜂拥而出，这些毒蜘蛛就如同星星点点般铺满了整条幽暗的下水道。它们可以渗透进城市的每一个角落，一令之下，顷刻间就能让方圆10里变成一座毒城。B 级之下的异能者触之即死。白灵儿脸上并没有其他表情，只是点点头道：“既然已经安排妥当，那就该轮到我们出场了。”而即将大难临头的会长刘海清正在和秘书练习唱跳 rap 打篮球。2分半后，会长如释重负。正当秘书收拾篮球的时候，异变突生，只见天花板上一只小蜘蛛瞬间炸开，毒液溅射到女人身上，就好像被泼了浓硫酸般，发出了滋滋的瘆人声音。秘书不断哀嚎，但仅仅持续2秒半，他的身体就彻底被腐蚀成一具焦炭。看见这突如其来的一幕，刘海清脸色大变。等他快步走出办公室后，这才发现整个异能者协会早已陷入一片混乱，数之不尽的毒蜘蛛分布在协会的每一个角落。于是他快速跳出窗户，悬浮在空中楼顶上。何方宵小，竟然敢袭击我异能者协会！给我滚出来！聒噪！白灵儿像是散步般悠闲，瘦弱的身躯缓缓漂浮至大楼顶部。看见这一幕，刘海清心底翻起滔天骇浪，他赶忙朝身后怒吼道：“强敌来袭！协会内所有 B 级异能者集合！”话音刚落下不久，只见一道手持长枪的身影一跃跳上了楼顶。在察觉到白灵儿的气息后，来人非但没有害怕，脸上反而露出了一抹兴奋之色。杨武司，怎么只有你一个？其他人呢？杨武司瞳孔中的不屑一闪而逝。他们在对付楼下另外2个 B 级。听见这话，刘海清顿时大惊。和我一起上，赶快解决完这个家伙，拖得越久，我们的损失就越大。白灵儿面色如常，手上的白纸伞缓缓升起，在杨武司2人震惊的目光下，那团漆黑如墨的物质包裹住他全身。看见这诡异的一幕，刘海清心里已经警铃大作，他还从没见过这么诡异的能力。既然2位都到齐了，那就请入鬼门一叙。半空中忽然一阵黑雾缭绕，遮挡住了众人的视线。白灵儿的声音从4面8方响起，让杨武司2人根本分辨不出他的位置。第一次面对这种诡异的手段，刘海清很快就沉不住气了。一棵古树瞬间从楼顶拔地而起，古树轰然迸发出璀璨的绿光，与那漫天黑雾相互对峙，成百上千的枝条四处挥舞，妄想凭着庞大的攻击范围找出白灵儿的位置。然而这一切徒劳无功，几秒后黑雾还是笼罩整个楼顶。刘海清不但连白灵儿的衣角都没摸到，反而白白浪费了体内有限的灵力。突然间，战场中心的2人感觉到一阵眩晕，再次回过神来时，原本漫天的黑雾已经消失，而他们来到了一处不知名的陌生地域，空气中弥漫着一股腐朽和死亡的味道。欢
欢迎两位来到我的鬼域。白灵儿身着一袭被浸染成墨色的长裙，光明正大的走入了两人的视线之内。要想从这里出去，唯一的方法就是杀死我。先前就已经被戏耍了一顿的刘海清，彻底忍不住了。青林墓葬，伴随着一声怒喝，一棵棵高大而壮硕的古木顷刻间冲天而起，方圆数里内的灰色平原都已经被翠绿色取代。刘海清心情瞬间放松了许多，有了这片森林在，他进可攻退可守，基本已经立于不败之地。白灵儿就像看傻子一样，眼中满是无语。这里可是鬼域，阴气肆虐，灭绝一切生机。能想到在亡灵之土上种树，这也属实是个天才啊！果然，刘海清还没高兴多久，那片翠绿已经变得暗淡了许多。下一刻，数之不尽的鬼魂忽然出现在平原之上，开始齐齐朝着杨武思两人的位置进攻。二人从没见过鬼魂这种东西。刘海清控制着脚下的树林，立即掷出一片密集的木矛。可让他震惊的是，这些木矛竟然径直透过了鬼魂的身体，没能造成半点伤害。小心，这些东西能免疫物理伤害，用术法。杨武思很快就看出了端倪，他脸上的神色前所未有的凝重。果然，在术法的攻击下，鬼魂很快就烟消云散。但这也并非是个好消息，因为鬼魂的数量根本杀不完，而在这方鬼域内，他们又没有任何能够补充灵力的办法。照这样下去，两个人迟早会因灵力枯竭被耗死。杨武思思索片刻后说道：“你挡住这些鬼魂，我去杀他的本体。”杨武思人枪合一，犹如一枚炮弹径直冲天而起。再一次对撞，白灵儿手持白纸伞格挡的手臂也不禁一阵酥麻。杨武思的攻击势大力沉，虽说还不足以对他造成威胁，但因为要分心对付刘海清，两人便僵持住了。杨武思的额头也已经冒出了细密的汗珠，可白灵儿却始终是一副轻松愉快的模样，好像一打二都压根没什么压力。B级巅峰的异能者他也不是没有交手过，可他还是第一次感受到这种彻头彻尾的无力感。没过几分钟，独自面对许多鬼物的刘海清，体内最后一丝灵力也被彻底榨干。在一阵撕心裂肺的惨叫声中，刘海清瞬间被无数鬼魂蚕食殆尽。白灵儿突然诡异的笑了笑，她用手一招，刘海清的灵魂就被她抓在了手上。伴随着一阵吞咽声响起，白灵儿将半透明的灵魂体塞入口中，她的嘴角顿时扬起一缕满足的弧度。等到她再次睁开眼，一股比先前磅礴数十倍的气息顿时喷薄而出，传遍了整片鬼域。近在咫尺的杨武思刹那间瞪大了瞳孔，身体瞬间被掀飞了出去，竟然是位级初期。他的眼中只剩下震撼之色，但更让他惊骇的是白灵儿晋级的方式竟是吞噬他人的灵魂。杨武思也清楚此时两人之间的差距，一颗心已经彻底沉了下来。白灵儿素手缓缓伸出，轻轻一握，杨武思就好像被一只看不见的大手掐住，缓缓提到了半空之中。就在这关键时刻，一道相当破坏气氛的声音却响了起来：“你是我的小呀小苹果。”瞬间白灵儿僵住了，杨武思也不挣扎了，场面极其尴尬。白灵儿眼角微微抽搐，一把将手上的杨武思重重摔向地面，黑着脸掏出了手机。不过当看到来电人的姓名后，他顿时怒气全无，电话那头只讲了一句话，便立即挂断了。白灵儿收起了手机，在杨武思惊讶的目光下，一挥手解除了鬼域。从现在起，立即滚出江南，不得再踏入半步。杨武思愣了愣，旋即反应过来后，脸上满是不可置信。他深深地看了白灵儿一眼，而后朝江南边境遁去。我看着画面中离去的背影，目光深沉。杨武思是我下令让白灵儿放走的，因为她的姐姐杨文简是我为数不多的心腹。在最终一战中，为了保护我，杨文简身受重创，昏迷不醒。随着最后一位异能者的离去，江南城的掌控权实际已经落入我手。成长任务已完成，当前创造商城已开启。出乎意料的是，商城并非出售材料包，而是直接出售各个品级的诡异材料，一共有6个物品栏，每个物品栏中都是一种随机品级的诡异材料，而每隔一天，6种诡异材料就会进行刷新。此时映入眼帘的是一抹耀眼的紫色诡异材料，史诗级堕天使之翼，所需创造点200。因为不久前那场大战，我如今所拥有的创造点共有780多，我毫不犹豫拿下了这件史诗级材料，加上之前保留的2个精品材料，我凑够了合成一瓶高级药剂的所有材料。几秒钟过后，一瓶淡金色的液体出现在我眼前。这瓶药剂，我心里早已有了服用它的最佳人选。为了将这瓶药剂顺利送出监狱，我决定用其余的材料再做一瓶，以精品材料替身傀儡为主，辅以优秀级材料隐压之雨和脸息粉末。第2瓶药剂也落入我手里。我想了想，叫来了代替李然看守自己的白山，因为我救了他的女儿白灵儿，所以白山现在也算自己人了。我缓缓起身走到门旁，把第2瓶药剂递了过去。你先把这瓶药剂喝了，然后去我办公室。白山伸手接过后，脸上顿时露出了惊喜的神色，他没有半点犹豫，直接将那漆黑如墨的液体倒入口中，身体诡变的痛苦一如既往，但白山还是靠着意志强忍了下来，硬是没发出声音。几秒钟后，他身体猛地一抖，背后长出了一对巨大羽翼，一只乌鸦落到他的肩膀上，仿佛拥有人性般。创造完成，请宿主为诡异序列004命名。看着眼前神奇的一幕，我揉了揉下巴，才缓缓说道：
就叫渡鸦吧。命名成功，诡异序列004渡鸦已成功录入诡异档案。序列004渡鸦，初始等级 B 级中期，可复制能力：影鸦召唤、影鸦替身、脸息。影鸦召唤和影鸦替身是两个配套技能，前者把影鸦召唤出来，后者可以将影鸦替换人身。也就是说，只要我换了这两个能力，立刻就能逃出这座监狱。但藏在这座都城里的强者数不胜数，要是越狱，指不定还会给别人找到机会，将自己彻底灭口。在我思绪纷飞的时候，白山已经变回了原来的模样。我将手里另一瓶白金色的药剂朝白山抛了过去。拿上这瓶药剂，去魔都找一个人，让他喝下。大人放心。白山低头沉声回应，随后一只影鸦出现在他肩膀上，双眸渐渐变得有神，肉身看上去并无变化，可实际上已经被傀儡代替。随后乌鸦衔起5号药剂，展开翅膀朝监狱外的天空飞了出去。因为脸息能力的作用，他身上并无任何气息波动，就像一只普通乌鸦，没有引起任何注意。帝都异能者协会总部，玲珑天正看着天空的乌鸦发呆，一道急促的声音从办公室门外响起：会长，不好了，出大事了！一道急匆匆的人影快步走来。江南的异能者协会已经彻底联系不上，如果不出意外的话，应该是被灭了。开口就是一枚重磅炸弹。怎么可能？谁敢这么大胆？经过我们调查，这次袭击江南的是一股未知势力，这群人实力很强，战斗过程几乎是一面倒，连消息都没能传出半点。不过见对方的话卡在了一半，不耐烦地催促道：有话快说。虽然没有消息传出，但根据总部警报，有一个异能者从那边逃了出来，江南异能者协会的副会长杨武思。玲珑天皱起了眉头，是这个刺头，他现在人在哪儿？离开江南后，他一路赶去了魔都。玲珑天嘴角轻轻一勾，露出了冷冽的笑容。没事就跑去看那个废人，还真是姐弟情深。通知他立刻掉头来帝都，如果敢违抗命令，就让韩萧亲自去把他抓回来。另外，6位守护者的小队都训练的怎么样了？看看哪个有兴趣的，让他们接手江南的事。闻言，办公桌前的人影脸上一喜，心中的石头终于落地。这6位守护者可都是当初经历过那场大决战后活下来的强者，实力最少也是 S 级起步。与此同时的魔都郊外，杨武思已经回到了家里，尽管身上风尘仆仆，瞳孔中却是出奇的明亮。带我去见我姐，或许我找到能让她醒过来的办法了。听见杨武思的话，白发管家身子猛然一震。家主，您真的找到治好小姐的办法了？看了一眼杨武思的模样，管家心底也是没由来的一阵酸楚。多年前，杨文简跟随我抵抗异兽，却在结束了与异兽的战争时重伤昏迷，成为了植物人。感受到管家的情绪变化，杨武思却是自嘲的笑了笑。恨那位大人吗？当初第一眼见到姐姐凄惨模样时，他确实恨不得去找我算账。可等知道我这位传奇人物的下场时，他明白，原来一切都是异能者协会故意为之，错过了杨文简的最佳救治时间。这些想法一幕幕重新划过杨武思的脑海，让他一对拳头不由得握紧了几分。朴素的病床前，一张冷艳的绝美面庞映入了杨武思眼中，唯一的缺点就是那整张脸过于惨白，看不到一点生机，唯有缕缕微弱的心跳，能证明这还不是一具尸体。杨武思的眼眶也渐渐红润，他喃喃自语道：无论如何，我一定会找到治好你的办法。想到自己在江南的遭遇，杨武思瞳孔中的光芒愈发坚定，哪怕是冒着生命危险，他也一定要再回江南一探究竟。等到所有人都离开，一只平平无奇的乌鸦落在了房间的窗台前，一阵黑雾萦绕后，白山的身影悄然踏入了房间内，站在杨文简的病床前。白山打开了那瓶白金色液体的药剂，一滴不漏的倒进了杨文简的嘴里。做完这些后，白山立即动用能力屏蔽了这一片的所有声息。果不其然，几秒钟后，杨文简的身体就开始抽搐，体内发出了骨骼重组的咯吱声，根根白骨从他皮肤底下冒出，身体上的血肉已经完全被无数白骨取代，他的背部也开始长出了翅膀。一道全身由白骨组成的诡异天使出现在了白山眼前。创造完成，请宿主为诡异序列005命名。我很快就说出了早已准备好的名字。古天使命名成功，诡异序列005古天使已成功录入诡异档案。初始等级 S 级巅峰，可复制能力：使徒转换天使之怒、天使神装堕天使之境。彻底吸收完药剂中的能量后，杨文简终于悠悠睁开了双眼。你是谁？为什么要救我？给我喝的是什么？在成为植物人期间，他虽然不能动，但却还是保留着意识，能感受到周围发生的一切。我也无法给你解释，大人只让我给你带了一句话，你听完后自然一切都会明白。小杨子，你丫是真的虎。熟悉的声音传入耳中，瞬间就让杨文简的身体猛然一震，他瞳孔微缩，满脸激动的一把抓住了白山的肩膀。是队长，你认识队长？白山眉眼间闪过一缕痛楚，眼前这位可是 S 级巅峰的实力。下一刻，他念头微微一动，身体变成无数只乌鸦在原地散开。等到黑色的影鸦再次合拢，白山的身形已经出现在了几步之外。看见对方挣脱自己的手掌，杨文简愣了愣，感受到自己体内汹涌的力量后，他这才明白是怎么回事，满脸歉意的说道：刚才有些激动了。白山微微摇头，表示无妨。如果你口中的队长是结束了异兽战争的那位，那应该就是大人没错。杨文简立刻露出了满脸的喜色。异兽战争已经结束了吗？我就知道队长一定可以的，快带我去见他。
白山却是无能为力的摇了摇头，抱歉，这恐怕办不到，因为大人现在在异能者监狱里。杨文简心里想过千百种原因，可唯独没想到会是这样。他语气激动地朝白山问道：“队长，他不是拯救了整个蓝星吗？他是人类的救世主，为什么现在会在监狱？”白山无奈地耸了耸肩，他之前只是一个社会底层的普通人罢了，哪里会知道这些东西？这是异能者协会会长林龙天亲自宣布的结果。听见这个名字后，杨文简瞬间想通了一切。之所以一开始没有怀疑到对方头上，是因为以前林龙天向来都是唯唯诺诺，平时看见队长都绕着走，他怎么都想不到对方竟然有胆子敢干出这种事。我还有一个问题，以队长的实力，为什么会被玲珑天关进监狱里？这个问题倒是人尽皆知，白山很快就给出了回答。当初那场最终决战，虽然大人赢了，可也身受重伤，一生修为尽散，在大人还在昏迷的时候，就已经被林龙天关进监狱了。杨文简一张脸直接阴沉了下来，他双拳上的白骨直接被捏得咯吱作响，可见其心中的怒火。好一个玲珑天，我要是不为队长报这个仇，老娘就不姓杨。他立即扭过头直视白山：“你给我带路，我们去把队长给救出来。”白山的表情终于严肃了起来，坚决地摇头拒绝道：“你不能去，大人他自有安排，你也有另外的事情要去做。大人亲口跟我交代，让我提醒你，现在绝不能把实力暴露在异能者协会眼皮子底下。听闻是我的命令。”杨文简这才难得消停下来，默默地点了点头。我明白了，队长让我去干什么？大人让你处理完自己的事后，先把魔都的异能者协会分部给灭了，然后再以最快的速度赶去江南，那里会有一场大战。此时距离江南100公里处，一艘守护者巨舰正迅速逼近。在这艘巨舰上，除了一支10人的守护者小队外，还装载了500名荷枪实弹的精英士兵。还有半小时即将抵达目的地。晒着阳光浴的男人缓缓睁开双眼，伴随着 S 级异能者的威压，一道声音瞬间响彻整艘巨舰：“封存小队集合！”话音刚落，9道身影便整齐出现在男人面前。封存眼神冷冽：“我们即将到达目的地，这既是一次任务，也是对你们的一次考核。”说罢，他扫了一圈众人，开口点出2个名字：孙玉川、苏山北。这次任务你们出任小队长，每个人带2名队员，组成一支3人小队。犹豫片刻后，再次说了一个名字：林峰。你和他们一样，带领一支小队，争取这次任务回来后突破一击。被点到名的3人一步跨出了队列，除了林峰微微皱眉外，其余2人的脸上都是兴奋与喜色。回到房间确认没人监视后，林峰才皱着眉头从怀里拿出那枚已经炽热到发烫的圆珠。危机宝珠又发出了警示，而且反应如此强烈，恐怕这一趟任务风险极大。他咽了口水，心中的危机感始终让他坐立不安。其实他并不是这个世界的人，而是1年前因某款神秘的游戏穿越至此。在那个名为诡异高塔的游戏里，他从一座黑塔的底层开始，不断向上发起挑战。这个高塔的每一层都有一只极其诡异而强大的怪物，第1层名为孙种，第2层是鬼伞，一直往后，每击败1层的怪物，林峰都会获得对应的特殊奖励。比如这枚危机宝珠，就是他击败第3层的诸后时获得的特殊奖励。林峰凭借高超的游戏天赋，一路过关斩将，直到在第5层的时候，遇到了那位名为古天使的绝美女子，仅仅只是一招就把自己送走了。等到他再次睁开眼睛时，已经来到了这个异世界大陆，依靠带来的4个宝物，才在短时间内修炼到 B 级巅峰，成功加入了这支无数异能者都梦寐以求的守护者小队。封损号已成功着陆江南。听见这声传遍整艘巨舰的广播，500名装备精良的士兵鱼贯而出，在地面迅速均分为50支小队，开始全面地毯式搜索整个江南。其中1支按照原有的计划，直奔被摧毁的异能者协会分部。运气真背，怎么就被分到了这个地方？一人再也忍不了压抑的气氛，满腔怒火的破口大骂。相较于其他地方来说，这片刚刚发生过大战的区域，碰到危险的系数无疑更高。一旦碰到那种存在，他们顶多是死前能把消息传回去，至于逃跑想都别想。那些异能者就是没把我们当人看，让我们去执行这种任务，不就相当于让我们去送死吗？好了，闭嘴！领头的人终于开口，双眸冷冷地向后方瞥了一眼，随后大声斥责了方才说话的人，被训了一顿。男人尽管脸色很难看，但也不得不安静了下来。随着队伍前进，众人终于来到已经一片废墟的江南异能者协会。因为被朱后的毒液腐蚀，此时整栋大楼就像包了浆一样，里外都是黑漆漆的一片。进去吧，记住随时保持警惕，不要弄出太大动静。众人小心翼翼地走入楼内，还没走多久，突然一枚枚倒挂在空中，由细丝织成的白茧出现在了众人视线中。每一枚白茧都足有成人大小，放眼望去，单单这一层里就有将近半百的数量。这都是些什么东西啊？恐惧的情绪在众人心中迅速传递，领头人最先反应过来，连忙对众人吩咐道：“快打开摄像头，把这里的东西全部记录下来。”然而就在众人手忙脚乱的时候，意外却发生了。突然间，一枚子弹脱膛而出，直奔最近的一枚白茧射了过去。子弹落在白茧的表面，发出了像是穿破皮肤一般的声音。一股暗绿色的腥臭液体从子弹射出的小孔中潺潺流出。子弹穿膛而出的那一刻，所有人的心都被瞬间提了起来，甚至连大气都不敢喘一口。直到看见那枚白茧没有什么动静后，这才劫后余生的齐齐出了一口气。是谁开的枪？领头的人此时无比愤怒，怒吼着扭头朝身后的队员看去，只见一开始抱怨的那名士兵正颤抖地持着枪，满脸不知所措。
我太紧张啦，不是故意的。领头的人丝毫不留情面，快步走到了士兵面前，怒目而视地指着对方的脑袋。你差点害死了我们所有人。在队长的怒骂下，队里其余7人都投来了斥责的目光。为什么是7人？领头人瞬间心头一颤，连忙再细数了一遍人数。还有一个人去哪了？他发出一道急促的声音，其余队员才终于觉察到不对劲，恐惧在人群中迅速蔓延，在场的人无不面露紧张之色。就在这时，一阵咯吱咯吱的咀嚼声从他们头顶传来，9人几乎同时抬头向上望去，映入眼帘的一幕，瞬间让所有人心脏狂跳不止。只见那被子弹破开的白茧不远处，一只半人大的毒蜘蛛正静静倒挂在天花板，那8根长满黑毛的猪腿紧紧合拢，一具尸体被紧抱在怀中，用尖锐的利齿不断啃食着。众人立马就认出了这正是不久前还和他们待在一起的那名队员。可仅仅才过去几个呼吸，刚才一个活生生的人，现在已经被啃得只剩下半个身子。有异兽！瞬间所有人都慌了。这么大只蜘蛛，肯定不可能是正常的动物了。在他们的认知里，这种变异的动物就只有可能是异兽。不需要言语，恐惧促使9人几乎在同一时间抬起枪，朝头顶的怪物齐齐开火。子弹落在蜘蛛的身上，瞬间打出了一个个小坑。蜘蛛一阵吃痛，立刻松开了口中的食物，张牙舞爪地朝地上9人嘶吼着冲去。这一吼让地上的火力更加猛烈几分，溅出的墨绿色血液如同细流般涌出。还没等接近到9人身前，蜘蛛就已经支撑不住枪林弹雨，掉落在地上，彻底没了声息。看见这一幕，众人手中的枪才渐渐平息下来，每个人都是大口喘着粗气，眼神中尽是惊魂未定。这到底是个什么怪物？有2名队员忍不住好奇，小心地凑到了蜘蛛的尸体前。然而就在这时，2人竟骇然地发现，眼前这头怪物的身躯竟然还在微微起伏。只见其背部一颗墨绿色的毒囊越长越大，像是随时都会炸开的一样。不好，快跑！察觉到不对劲，嘴里惊恐叫喊的同时，2个士兵迅速往后跑去。听闻到动静，还在原地休整的几人只来得及抬头往前看。下一刻，那颗墨绿色的毒囊瞬间炸开，在7人迅速收缩的瞳孔中，2名狂奔的伙伴瞬间被喷涌而出的毒液包裹，一阵惨烈的哀嚎声响起，2个活生生的人眨眼就融化成了一滩烂泥。队长前去救援的脚步停在了半路。又是2名队员阵亡，他们进来还不到10分钟，10个人就已经少了3个。可以了，这里的数据已经收集完毕了，撤退。专门负责传递信息的士兵突然报来喜讯，让原本心情压抑的众人见到了一缕曙光。领头的人也是长长松了口气，面露喜色的高声道：“先离开这个鬼地方。”他话刚说完，一只硕大的黑影忽然从天而降，队长的脑袋瞬间不翼而飞，无头尸体毫无预兆的应声倒下。剩余的6名队员还处在迷茫中，脑袋一片空白。其中1人抬起手中的电筒，颤颤巍巍地向脑袋上方照去。众人骇然地发现，之前那一枚枚白茧竟然已经全部被破开了个大洞，里面空空如也。灯光猛地再一转，眼前一幕瞬间让剩余6人心中满是绝望，因为另一边的天花板上，数十只半人大的蜘蛛摩肩接踵，已经对他们蓄势待发。军官把这10人小队全军覆没的消息告诉了小队长之一的苏山北。没等军官把话说完，他不耐烦地摆了摆手：“有没有获取到敌人的实力和数量？”坐在指挥台前的军官被噎了一口气，但什么也不敢说，只能如实回答：“他们遇到袭击前已经把资料传了过来。”屏幕上放出了一段士兵被毒蜘蛛袭击的完整视频。本次袭击异能者协会的对象为未知品种的蜘蛛异兽。该异兽拥有较强的毒性，等级普遍在1到C 级，预测数目在200-300左右。竟然真的是异兽！听见对方的分析，苏山北健硕的身体微微一愣，脸上露出了略带兴奋的变态笑容。还以为再也没有机会看这群畜生了。走吧，区区一群虫子，让我先啃个过瘾。但是旁边一名儒雅男子却皱了皱眉，这事儿还有点蹊跷。据资料显示，江南异能者协会里共有6名 B 级以上的异能者镇守此处。这些东西虽然数量多，但是等级普遍低下，绝不可能杀得了 B 级异能者。也就是说，那里绝对还隐藏着什么东西。听了孙玉川的话，苏山北非但没有停下脚步，反而回过头笑着嘲讽道：“你不过去，怎么知道这些畜生的背后是什么东西？都 A 级了还畏手畏脚，真不知道队长当初是怎么看上你的。”孙玉川一瞬间被对得哑口无言，看着对方离去的背影，赶忙召集身旁的队友也跟了上去。等到2拨人都走了后，指挥室内就只剩下了林峰一行人。此时他死死盯着屏幕上的视频，脑子一片空白。怎么可能？这是猪后的子体，为什么那个游戏里面的怪物会出现在这里？林峰的心里已然翻起了滔天骇浪，因为视频里的这种蜘蛛，正是他前世玩的那款高塔游戏里位于第3层的猪后擅长使用的攻击手段。直到被身旁的队友晃了晃，林峰这才从思绪中回过神来。他们2支队伍都走远了，我们再不跟上去，恐怕要连一口汤都喝不上了。听着队友的催促，林峰眉头微皱，一时间有些纠结。现在这里只有他自己知道，这些蜘蛛的背后还有一个实力超强的猪后在掌控。因为前世通过了这一关，他已经摸清了猪后的弱点，若是能成功击杀对方，绝对能算得上大功一件。可问题是，他既不清楚对方的等级，也不清楚是否其他层的 BOSS 也会出现。按照他前世闯关的时候来看，前4层的每一只 BOSS 都极其难缠，若是聚集到一起，恐怕会直接升级到地狱难度。会不会这些怪物也是和我同一时间穿越过来的？如果是这样，他们的等级应该也不会太高。林峰瞳孔中的光
光芒慢慢变得坚定。在游戏里杀了这些 BOSS 能掉道具，不知道再杀一次会不会还有其他惊喜。反正前面还有人帮我试探，去看看也无妨。若是不敌，以后再找机会就是。内心暗自做下决定后，他叫上2名队友，不紧不慢的尾随在了前面2支队伍后面。看着路上高速疾驰的6道身影，不远处的树枝上，一只乌鸦眼珠子转了转，闪过缕诡异的光芒。下一刻，黑色的羽翼悄然扇动，眨眼间就消失在了原地，回到不远处的一间宾馆内。乌鸦平稳地落在一个平平无奇的男人肩上。等到手上的乌鸦化作黑雾消失后，白山渡鸦表情严肃地说道：“鱼有点大，总共来了6条，2个 A 级中期，4个 B 级后期。”闻言，大人说的那个 S 级异能者没来就行，那2个 A 级的交给我，剩下的4个你们能杀就杀了。趁对方 S 级没下场，我们必须尽快提升实力。李然种和木梭珠后对视一眼，心中同时升起了一股紧张感。虽然通过之前那场屠杀，他们2人已经分别提升到 B 级中期和后期的水准，但面对这种程度的敌人，他们还是帮不上什么忙。我们只要能撑一段时间就行，支援已经在路上了。听闻白山的话，才让几人心里吃下了颗定心丸。要不是白山渡鸦带来的消息，现在就面对 S 级异能者，恐怕他们几个早就开始跑路了。就在这时，远处突然传来一道震耳欲聋的爆炸声，众人齐齐朝外看去，只见一名身材壮硕的男人高悬在半空，他赤裸着上半身，手持长刀，狠狠朝异能者协会的建筑废墟砸去。仅仅只是一刀，整座几10米高的大楼瞬间就被劈成2半，无数蜘蛛的嘶吼夹杂在其中，墨绿色的血液已经在凹凸不平的地面上汇聚成流。不再理会那些饶幸逃过一劫的蜘蛛，苏山北的气息瞬间扩散出数百米，很快就定位到了气息明显异于普通人的白山级人。找到你们了！他瞳孔瞬间大亮，不管3721，直接一刀朝白灵儿4人所处的房间劈来。即便相距100米，这一刀蔓延出的刀气依旧威力不减，本就破旧不堪的大楼，在这一刀下直接轰然倒塌。烟尘之中，一道轻喝声传来，动手！下一刻，已经撑开白纸伞的白灵儿率先冲出，气息直接锁定了最为强悍的2名敌人。百鬼欲开，巨大的鬼门轰然从天而降，砸在苏山北和刚赶到的孙玉川跟前。一股来自灵魂的拖拽感传来，把猝不及防的2人一下拉入了鬼门之中。看着2个 A 级异能者瞬间消失不见，剩余的4人还没反应过来发生了什么，直到李然3人露出了各自诡异的身形，几人才慌忙应对。从纸面上的实力来看，李然这一边是绝对的弱势，可开打后的战局却是恰恰相反，凭借着3人诡异的手段，硬生生在战斗中占了上风。不过在另一边的百鬼域内，白灵儿鬼伞情况就不大好了，他本就只是刚刚突破 A 级，可拉进来的2人却恰恰都是擅长战斗的异能者。此时白灵儿也只能在猛烈的攻势下边打边退，他最多也就能把2人困在百鬼域一段时间。然而各自陷于战斗中的众人都没有发现，不知什么时候，远处又是3道身影悄然出现，在外面4个队员陷入劣势之时，他们赫然选择了动手。一道剑鸣声划过，4个异能者攻击许久都无果的李然，脸上突然划过一抹痛楚的表情。只见林峰手持长剑从天而降，像是知道他的弱点一般，径直砍下了他的一根手臂。虽然突破 B 级后，李然已经拥有了再生能力，但在手臂长出的这几10秒时间里，就是足以使他致命的空档。眼看着攻击再次袭来，李然一直顶在最前方的身形无奈向后退了几步。看见这种情况，白山渡鸦立马明白发生了什么，心有灵犀的顶在了最前方。相比于其他人，他的傀儡之身起码还扛揍一点，况且傀儡可以重造，就算被摧毁了也不算什么大事。在林峰成功击退李然后，又是2名 B 级后期的异能者飞身而出，看见乙方来了援军，原本被压制的4人脸上纷纷露出喜色。林峰表情凝重，看着眼前的3人，心中的想法在这一刻终于得到了证实。众猪后还有渡鸦，这3个都是那个游戏里面的 BOSS， 没想到真的出现在这儿。等等，第2层的鬼伞去哪了？他立刻看向最先来到此处的4个队友，还有一只鬼域去哪儿了？众人愣了愣，诡异是指这些人吗？确实还有一个，而且实力达到了 A 级，不过一开始就跟孙哥和苏哥一起消失了。闻言，林峰立刻就想到了鬼伞的那个名字，如果没猜错，应该是被鬼伞拉进百鬼域里。他想了想，对身前众人说道：“我去把他们2个救出来，你们6个留在这里。刚刚我攻击的那只鬼医名为参种，能免疫所有致命伤，但肢体再生需要时间，把他的4肢砍断就没有威胁了。那只蜘蛛名为猪后，弱点是腹部，注意它的毒液就行。至于剩下那个渡鸦，它的本体是那只乌鸦，身体只是傀儡，不要过多纠缠。弱点我都告诉你们了，尽量活捉他们。”话音落下，林峰手中忽然抛出一道散发着幽深寒气的小门，小门出现在半空后，瞬间迎风渐长，仔细看去正像是缩小版的鬼门。此时李然3人的表情已经变得无比凝重，刚才林峰的话他们也都听见了，把他们的弱点全部说了出来。这人到底是什么来头？怎么会这么清楚我们的底细？白山摇了摇头，沉声道：“如果我们再想不出办法，恐怕今天就真得交代在这儿。”另一边跨入鬼门后，林峰极其突兀的出现在了白灵儿鬼伞的鬼域内。他的突然出现不仅让白灵儿双眼
眼猛地一眯，就连苏山北两人也有些意外。林峰没理会两人，先是看了一眼白灵儿，确定只有危急初期后，悄然松了口气。跟我走，我们出去再说。林峰三人在鬼域内堂而皇之的离开，只剩下满脸错愕的白灵儿空留原地。帝都第9监狱里，我看着画面也不由皱了皱眉。林峰对这几个创造物无比熟悉，似乎还拥有和他们相似的能力。就在这时，有一则来自未来的连线申请，请问是否接通？我挑了挑眉头，脸上却是露出了一抹饶有兴趣的笑容。电话刚接通，另一头的声音就已经迫不及待地响了起来。听见这股熟悉的声音，我瞬间就印证了自己心中的猜测，但对方说话的语气却让我的脸莫名一黑。之所以声音会那么熟悉，是因为通话的这个人正是来自未来的自己。我专门为你准备的玩具，应该收到了吧？我满脸疑惑，但很快就想到一道身影。难不成那个林峰是你弄出来的？时间不多了，我就长话短说吧。那个林峰你可得好好养着，他体内有颗未成型的神格，那可是我花大代价给你弄来的。按照你现在那个世界的等级来说，等他到3S 级，差不多就能挖出来用了。到时候你就能创造出第一尊真正意义上的神。除此之外，你可以弄点他的血，对于现阶段来说，也是种不错的材料。总而言之，那家伙身上全都是宝，怎么用就看你自己了。还有这几天多囤点创造点，如果我没记错的话，商城的第一个传说级材料就要刷出来了。就这样吧，剩下的事情我也不能说太多。最后一句话结束，与未来的连线也刚好切断。综合对方最后的一番话，我很快就提取出了重要的信息。林峰这个人并不是什么气运之子，而是未来的自己给现在的自己准备的礼物。所以对于林峰，我得让那些诡异们小心点，别提前弄死了，还要先去弄点血。我伸手招来了那只伫立在窗台的乌鸦。一番话后，乌鸦展翅飞出牢笼，朝南边的战场疾驰而去。江南异能者协会，纸伞与破刀狠狠碰撞在一起，还没等白灵儿鬼伞喘口气，又是一只拖着青色尾焰的长剑划破长空，径直朝着他心脏的位置疾射而来。白灵儿被齿轻咬嘴唇，只来得及把纸伞撑在胸前，硬生生扛下了这一击。可付出的代价却是伞柄重重顶上了自己的胸口。在他被击退10数米的同时，一口猩红的鲜血已经喷涌而出。白灵儿抬起袖子，不在意地擦了擦嘴角的血迹。2个立即中期异能者的轮番轰炸，在没有了鬼域的帮助下，他已经渐渐捉襟见肘了。扭头看向同伴，却发现自己现在是情况最好的一个。几人里最惨的就是李然、孙种。在被林峰指明弱点后，李然很快就在围攻下被削去了4肢。现在他已经彻底失去了战斗能力，被一个 B 级异能者看着，手脚一长出来就被砍掉。木梭也没好到哪去，但好在围攻他的人比较少，再加上等级高些，倒是还能撑一时半会。而绝大部分人都在林峰的指挥下齐齐抓004度压去了。舍弃了傀儡身体后，白山就变换成了无数虚虚实实的影压，在空中绕着众人头疼。要是白山想跑，哪怕是在场的那2个 A 级异能者，也不一定能留得下他。不过白山知道，只要自己拖得再久一点，等那位005的古天使到场，所有敌人都将迎刃而解。已经被削成人棍的李然躺在地上，一脸生无可恋。在他身边，一个封存小队的队员翘着2郎腿，满脸悠哉。见李然断掉的4肢又冒出了肉芽，他这才不紧不慢地提刀起身，俯瞰着这个不久前让乙方数人都无计可施的怪物，戏谑地笑道：“又长出来了，别着急，老子马上就给你切得整整齐齐。”听见这话，不知为什么，原本前几次都毫不在意的李然，这一次却突然瞪大了瞳孔。之前你不是狂得很吗？现在这是知道怕了。听见对方的话，李然却是不明所以的愣了愣，但很快他眼珠一转，赶忙应道：“对，我怕了，放过我好不好？”这名队员似乎也没料到，刚才还一脸硬气的李然，现在怎么就突然求饶了？不过即便没想明白，还是不影响他得意的嘲讽：“现在才求饶，不觉得太晚了吗？你还是乖乖给我躺着吧，等回到实验室，那群老东西的手段有你好受的。”见李然的4肢已经长出了一半，他抬起手中的刀，毫不犹豫就砍了下去，利器刺破血肉的声音响起，可李然的4肢却依旧完好无损。他低头一看，一柄雪白的骨刃从自己的胸膛里穿了出来，他双目圆瞪，想看看这柄骨刃的主人，可头还没转到一半，身体已然僵硬。一个 B 级后期的异能者就这么彻底没了声息，骨刃被抽出，没了支撑，尸体一下就倒在了地上。紧接着露出身形的是一个全身由白骨组成的白发女人。杨文简一个响指，李然缺失的部位迅速长出白骨。认识一下。五谷天使有了骨头，血肉几乎瞬间就复原了。李然立即从地上跳了起来。谢谢了，我是001参种，还好你来得及时，能不能先帮个忙？他们好像快撑不住了。杨文简却一点不着急，微微昂首说道：“放心，已经有人去救了。”李然的表情有些意外，扭头看向战场，果不其然，战场中不知何时已经多出了4尊由白骨铸成的战士，倒像是游戏里的骷髅兵。005眼生物，白骨禁卫。不过等他发现4尊骷髅战士的等级后，瞬间被吓了一跳，4个都是 A 级。这是你弄出来的？毕竟这些骷髅战士看上去和005古天使密不可分。相比于李然的震惊，杨文简却表现得不以为然。怎么了？有那么惊讶吗？想着你们这边还缺点战力，灭了魔都异能者协会后，索性就把那几个 A 级的尸体变成这些白骨禁卫了。魔都异能者协会，你一个人给灭了？
那为什么不把 B 级的异能者也给练了？杨文简奇怪地看了他一眼，随后扎心地说道 ：“B 级的一捏死一片，还浪费这功夫干嘛？先不跟你唠嗑了，队长还给我安排了任务。”话音落下，杨文简不再理会道心受损的理由，身形一闪，瞬间就消失在了原地。另一边突然出现的4尊白骨禁卫，让两边人都同时愣了愣。唯有白山在看到远处的杨文简后，顿时满脸欣喜地喊道：“我们的援军来了！”封损小队显然也听见了他的话，手上的攻击顿时就慢了下来。虽然还没探明这4只怪物的本质，但仅从外貌来看，似乎也不是什么简单货色。然而在看见这4尊骷髅战士时，反应最为强烈的，当属领头围攻白山的林峰了。这些骷髅战士是第5层的。联想到这些白骨禁卫的主人后，带给他的压迫感瞬间再次袭来。古天使出来的那一刻，他连魂都差点被吓飞了。林峰手忙脚乱地掏出了一把信号枪，随后垂直对准天上，毫不犹豫扣下了扳机。一道极其耀眼的信号弹立即冲天而起，眨眼间照亮了一整片区域。林峰，你怎么发射信号弹了？不就是几尊白骨架子，你就这么放弃这次任务的成绩了？面对队友的惊诧与质疑，根本不用林峰开口解释，因为下一刻4道集中后期的气势瞬间就猛地扩散了开来。正是先前众人口中的白骨架子，竟然都是 A 级，怎么可能？这下众人彻底傻眼了，来不及思考，几人纷纷效仿林峰，掏出信号枪就往天上打。然而就在这时，白骨禁卫们已经抓住空档，悍然动手，一轮白骨长枪齐齐刺出。等再次收回来时，长枪上已经整齐出现了4具尸体，整整一个大境界的差距，让这群自称天才精英的异能者们压根没有半点逃跑的机会。唯有站得较远的林峰，在看见这一幕后，立即悄悄捏了个手印。捏完手印后，他不经意间上前2步，好像不小心进入了白骨禁卫的攻击范围。下一刻，在白骨禁卫的又一轮屠杀下，林峰不出意料的被一枪刺中，彻底没了动静。但是在众人看不见的地方，隐身的林峰已经悄然逃离了原地。不知跑了多久，他才心有余悸的停下脚步，长长的喘了2口粗气。好险，幸亏替身傀儡还剩1个，我得赶紧离开。也不知道封损那家伙能不能打过古天使，连召唤出的白骨禁卫都有 A 级，那古天使本身应该最少也是 S 级，太恐怖了，更别说都不知道后面还有多少呢。林峰咽了口唾沫，不敢再往下继续细想，也不知道封损过来了没有。不管了，先回战舰吧。他认准方向，刚准备继续赶路时，身体却突然被一股莫名的力量提了起来。你是第一个跑的，看来知道的东西不少啊。十分动听的声音，却让林峰瞳孔中露出一抹恐惧。他僵硬地回过头，果不其然，那位前世给自己留下了巨大阴影的古天使，此时已经悄然出现。白色的骨刃不由分说就从背后刺入了林峰的腹部，疼得林峰不由龇牙咧嘴。不过在他看不见的角度，从他身体中流出的血液沿着骨刃滴下，正好落入了杨文简准备好的玻璃瓶中。队长也没说要多少，算了，多多益善，反正只要留一口气就行了。杨文简喃喃的自言自语，可林峰却已经听不清了，体内血液的大量流失让他的意识越发昏沉，感觉到生命的流逝。林峰的瞳孔中已经只剩绝望。我要死了吗？我是主角，怎么会这么轻易就死了？他心里想奋力呐喊，可说出口的话却像蚊子般细不可闻。松手！突然一道充满威压的呵斥声从空中传来，一名相貌俊逸的青年从天而降，稳稳落在了杨文简身前数十米的位置。看见来人，已经濒临死亡的林峰眼中终于燃起了一点希望，此人正是他的队长，也是现在唯一有希望打败古天使救下自己的人。胆敢袭击我封损小队的成员，你是谁？看见来人，杨文简脸上却丝毫没有意外之色，因为早在封损靠近之前，他就已经察觉到对方身上那股熟悉又令人讨厌的气息，毕竟从前也当过几年队友。杨文简的嘴角微微上扬，抛飞手里的林峰，露出了那张原先被遮挡住相貌的容颜。封损，你这么快就把我忘了？听闻声音，刚看见那满头白发时，封损只是感觉莫名其妙，因为在自己的印象里根本就不认识拥有白发的人。然而等看清了那张脸庞后，他瞬间惊出一脸骇然之色。杨文简，你怎么可能会在这里？你不是已经……杨文简看着瞠目结舌的封损，笑容里满是戏谑。已经被你们害成植物人，从此以后都只能当个废人了是吗？直到这时，封损终于注意到了杨文简身体上的变化，那根根森然惨白的骨骼，以及背后缓缓扇动的骨头，都无不散发出恐怖的气势。你不是杨文简，你的身体为什么会变成这样？还有你的修为不是已经被废了吗？几年的相处，杨文简哪还能看不出封损的心思？看见我恢复了修为，你很伤心？他的瞳孔中骤然散发几缕寒芒，语气突然变得无比冰冷。我不恢复修为，怎么能来找你们复仇呢？要不是醒来，我都没想到你们这群狗东西竟然敢把队长关押在监狱。在杨文简的一番痛骂下，封损的脸上渐渐有些挂不住了。被人贴着脸这么骂，封损也忍不住了。就算你恢复了修为又怎么样？那也不过 S 级巅峰。这么久过去了，你真以为我还和以前一样吗？话音落下，他身上的气势猛地一掌，顿时有了压过杨文简的势头。终于突破 SS 级了，不过你这年纪很值得炫耀吗？杨文简的话顿时让封损得意的神色荡然无存。少说废话，等我杀了你，就把你的尸体送回协会，看看你到底是个什么东西。杨文简背后的古翼齐齐一震，末端各自弹出了一柄悬浮的古刃。
虽然我们不合，但你的想法倒是和我出乎预料的一致。最后一个字节落下，杨文简的身体瞬间突破音锁，仅仅用了不到一个眨眼的时间，就闪烁到了风隼跟前。风隼瞳孔猛地一锁，以他的等级，刚刚竟然没看清对方的动作。然而不等他多想，下一刻六柄古刃已然袭来，风隼连忙手掌一挥，周身瞬间狂风大作，浓缩后的能量汇集于掌中，化作屏障，挡住了6道攻击。你就这点水平，看来异兽退去后，你们这群酒囊饭袋越活越回去了。杨文简声音逐渐变得冰冷，口中骤然轻喝道：天使之怒！话音落下，杨文简身上骤然发出惨白色的光芒。下一刻，原本明朗的天空霎时间乌云遍布。看见这一幕，风隼瞳孔收缩，下意识惊呼出声：引发天象？怎么可能？一般能做到影响天象的，除了少数极具天赋的 SS 级异能者外，就只剩下3S 级那种绝世强者了。杨文简竟然只有 S 级巅峰就能做到。原本遍布乌云的天空，突然中间破出了一个小洞，随着洞口越来越大，一柄全身由白骨组成的巨剑，在铺天而来的威压中缓缓露出了真面。仅仅只是一眼，就看得风隼冷汗直流。在杨文简戏谑的笑容下，白骨巨剑骤然加速，径直朝着下方双目圆瞪的风隼陨落而去。风隼爆了一声国粹，随后使出吃奶的劲，赶忙往远处跑去。可抬头才发现，无论他跑到哪，这柄白骨巨剑始终对着自己，并且距离越来越近。发现这点后，风隼咬了咬牙，立刻停下脚步，转身严阵以待。如果一味逃跑，那一点死里逃生的机会都没有。风来，大量狂风再次汇聚，在风隼身前凝聚出了一面不断流动的柔软盾牌。2次动用能力，却皆是用来抵挡杨文简的攻击。明明自己才是等级高的内容，却被打得连还手之力都没有。伴随着白骨巨剑轰然落下，组成流动球体的飓风一下就从剑尖接触的位置向内凹去。虽然这面精心设计过的盾牌卸去了不少力，但杨文简的攻击已经超出了他能承受的最大限度。一刻，已经凹陷到极致的风洞瞬间破裂，风隼的表情瞬间僵在了脸上，瞳孔中倒映的是那柄离自己越来越近的白骨巨剑。一击之下，烟尘四起，原本厚实的地面开始寸寸皲裂。风隼口中吐出大滩鲜血，浑身不住颤抖着，他的脸色已经极其苍白，唯有用双手才能再次撑起身体。不可能，我等级比你高，怎么可能会打不过你？接二连三的挫败让风隼彻底陷入了疯狂，他用灵力强行止住伤势带来的影响，带着满身鲜血，不顾一切朝杨文简扑了过去。不远处，林峰好不容易恢复一些后，看着已经回光返照的风隼，好悬没在一口气背过去。他有想过对方很可能打不过古天使，但却万万没想到，在领先一个小等级的情况下，风隼竟然还被单方面碾压。林峰立即小心翼翼地站起身，他手上出现了一个缩小版的鬼门，这道鬼门可以让他进入百鬼域，但只有从进入的门口出来，他才能回收这件道具。如果自己要用鬼门来逃跑，那就意味着他必须要舍弃掉这件道具。眼看着风隼就要玩完，林峰也顾不上什么了，开启鬼门后，他立即闪身飞入其中，地上的鬼门也彻底消失不见。看见林峰离开后，杨文简嘴角扬起一抹隐晦的弧度。我的任务已经完成了，你也是时候该上路了。听见这话，原本奋起反击后，自以为打得有来有回的风隼有些懵了。你不会真以为我连你都打不过吧？他手中的古刃瞬间发力，风隼依旧下意识招架，却没想感受到的是远胜之前数倍的力量。你是故意的？风隼2只眼睛瞪得老大，可还没等他说完，那柄古刃已经精准刺入了他的眉心，他的灵力沿着古刃涌动化成了影。没过多久，风隼的身体彻底没了动静。就这点灵力，真是个废物。可惜还差一点。说罢，杨文简摇了摇头，随后手指掐印，一道光芒迅速射向风隼干瘪的尸体。通过使徒转换的能力，杨文简把对方也制成了一具白骨禁卫，但因为等级跌落，制成白骨禁卫后的风隼修为只剩下了 S 级中期的水平。他脸上露出一股嫌弃的神色，飞回了其余人所在的位置。帝都第9监狱，一只乌鸦钻入了牢房，没一会我的系统空间里就多出了一种全新的材料，未知的血史诗集，特殊血液，含有微弱的空间力量，拥有数量3。竟然是史诗级的材料。我挑了挑眉，属实感到些许意外。现在我算是相信未来自己说过的话了，因为这3份血正是杨文简从林峰身上抽下来的。我的目光又移到了3份材料旁边，在那里摆放的是早已准备好的3份试剂。既然这边的事情已经结束，那也是时候去寻找新成员了。南柳沿海城市与江南魔都并称为南海3城，小巷的厕所内，满地的烟头随处可见。突然铁门被用力推开，一个瘦弱的青年狠狠摔在了地上，然后6个混混鱼贯入，其中一个黄毛狞笑着，直接把脚踩在了摔倒的青年背上。今天这条街上就你没交钱，看不起我们哥几个。我们帮会里可有不少异能者，他们可不像我们几个这么温柔。被踩在脚底的青年没有反抗，眼底却满是倔强。我没钱。领头的黄毛也不见失望，反而是舔舔嘴唇，脸上多出了一抹邪笑道：没钱也没关系啊，你不是还有2个美若天仙的姐姐吗？让他们过来陪陪老子，不但以后你的保护费全免了，我还把你介绍给我们老大，怎么样？听见这话，原本被踩在脚底的青年瞳孔骤然一缩，心里涌起一股冲天的怒气。他双手猛地一撑地面，脖子上青筋暴起，硬生生顶着黄毛的鞋底抬起了头。
欺负我可以，你要想欺负我姐姐，我死也不会让你如意。话音落下，在众人错愕的目光中，青年突然如野兽一般扑向了踩着自己那只脚的主人，猝不及防下撞实了一圈的黄毛，竟然真被这个瘦弱的青年扑倒在了地上。不仅如此，青年就像发了疯一样，雨点般的拳头不断落下，狠狠砸在了对方的脸上。黄毛彻底怒了，用力一推，青年瞬间被推翻，狠狠摔在地上。周围几个混混才终于反应过来，顿时围了上去，熟练的从兜里掏出块拳头大的石头，然后脱下身上的外套裹在了石头外面，甩着衣服不断朝青年的身上砸去。等黄毛缓过神后，同样挤入人群中，不断的拳打脚踢。青年双手抱着头，就这么一声不吭的趴着，没过多久就彻底没了动静。等等，先停一下，他好像没气了。听见这话，原本打得正起劲的几个混混被吓了一跳，定睛一看，青年的身体已经没有了正常的呼吸起伏，原本还十分嚣张的黄毛，如今突然哆嗦一下，连忙倒退了几步。就在这时，门口外突然传来了一阵脚步声，几个人瞬间慌了。不管了，先走，绝不能让人看见我们。黄毛咬咬牙，扭头看向了厕所的窗户，那里正站着一只安静的乌鸦。随手赶走乌鸦后，他直接毫不犹豫跳了下去。其余几个混混见状，也顾不得什么了，互相看一眼，同样争先恐后的一跃而下。南柳第医院接到弟弟生命垂危的通知后，陆明霄的两个姐姐火急火燎地赶到了医院。医生，他情况怎么样了？刚从手术室的门口出来，被两人拦下的医生愣了愣，随后拿起手上的病历板看了一眼。病人的情况不是很好，虽然表面没有创伤，但身体内部组织已经受损严重，你们别抱太大希望。医生面露难色地摇了摇头，随后绕过两人离开了原地。听见这话，陆晨宇只感觉一阵晴天霹雳。怎么会这样？陆若燕一把扶住对方，心中的怒火已经熊熊烧了起来，她口中说话的语气变得如同9元玄冰般寒冷。我听说小肖是被那群混混打成这样的，如果小肖真的出了什么事，我不会放过他们的。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，两人在煎熬中终于等到了手术室的大门开启，两人迫不及待地迎上前，得到的消息却成了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。抱歉，我们没能把病人救回来，他现在只剩10分钟时间，你们准备后事吧。所有医生离开，手术室里只剩下了陆晨瑜和陆若燕两人。看着满身都是淤青的陆明霄，陆晨瑜忍不住先落了泪。陆若燕一拳狠狠打在了身边的墙上，一句话也没说，即便指关节已经流出鲜血，脸上依旧冰冷，就没有丝毫表情。大姐，这件事交给我，我要那群人渣全部给小肖赔命。向来心善的陆晨瑜没再说话，而是默默点了点头。如果是异能者，我们在一起想办法。他知道自己这个妹妹身手不凡，但那也仅是在普通人中而已。如果面对的是异能者，身体上的这点优势将荡然无存。他不想因此再失去最后一个亲人了。你们想让他活吗？一道陌生的声音在手术间中响了起来。正沉浸在悲伤中的两人骤然一惊，抬头环视一圈房间，却发现了床边莫名出现了一只乌鸦。是谁在说话？你说呢？这一次两人都看清了，开口说话的竟然是窗台上的那只乌鸦。你可以叫我造物者。此行前来南柳的并不是白山，这只乌鸦是白山召唤出来的，让我把自己的一缕意识寄存在里面。两女不明白造物主是什么意思。你是异兽。看着对自己满眼戒备的陆若燕，我无奈地摇了摇头，但下一刻身体却猛然间化作黑雾散开。等再次出现时，已经在陆明霄的病床旁了。看着瞳孔皱缩、满脸紧张的陆若燕，我缓缓道：是不是异兽重要吗？如果我想杀人，你们谁也拦不住。听见这话，两女的身子都猛然间颤了颤。这位造物主大人，静静坐着的陆晨瑜突然抬起微红的眼光，柔声开口道：您可以治好小肖吗？这一趟来的目的就是为此，但需要你们付出一些代价，或许说也是一种奖赏。听见眼前这只神秘的乌鸦能把陆明霄治好后，两人同时说道：只要你能把它治好，我愿意付出任何代价。我才微微点了点头，随后一瓶暗红色液体凭空出现，给他喂下吧。陆晨瑜没有半点犹豫，拔开试管的塞子后，从陆明霄的口中缓缓倒了进去。液体入口，原本已经没了动静的陆明霄，竟瞬间就出现反应，39%，先是身体微微颤抖，随后程度越来越剧烈。若是出现在常人身上，这或许是个不好的反应，可在濒死之人在身上，那就是又有了生的希望。看见这一幕，陆晨瑜瞬间激动了起来，就连陆若燕也赶忙围到了病床的一侧。我劝你们先离远一点。沉浸在喜悦中的两人还没明白过来发生了什么事，下一刻陆明霄就猛然睁开了双眸，但眼白和瞳孔已经消失，眼眶中只剩一种诡异的蓝色。紧接着，无数根流索仿佛从虚空中探出，将他的脖子、双手、脚踝全部牢牢锁起。这最后一步完成后，一股庞大的气息也随之涌出，顷刻就把陆晨瑜两女击退了数米。创造完成，请宿主为诡异序列006命名。看着上满枷锁的奇怪装藏，我想了想，随口说道：就叫囚徒吧。命名成功，诡异序列006囚徒已成功录入诡异档案，初始等级 B 级巅峰，可复制能力挣脱枷锁鲜血汲取封魔成火。草草看一眼囚徒的能力后，我就没了兴趣。简单来说，006就是个血量越低就越颠的圣女宝。陆明霄虽然活了，但或许因为太虚弱，很快又晕了过去。不过已经足以让陆晨瑜两女心甘情愿接受代价了。
大人，谢谢您救了小萧，我们需要付出什么代价？我又掏出2瓶试剂，这次放在了一旁的桌子上。一人挑1瓶喝下去。我的话音刚落下，陆若燕就已经一步跨了过来。就在陆若燕准备开口之际，看上去文静的陆晨瑜却率先伸手抢过了1瓶药剂，立刻仰头便喝下了那瓶随手拿过来的深蓝色药剂。下一刻，陆晨瑜的身体和之前陆明霄一样，开始了剧烈颤抖。他双腿一个不稳，整个人一下瘫倒在了地上。陆若燕心中一紧，赶忙走上前去查看对方的情况。等他靠近时，轻轻一嗅才察觉手术室内不知什么时候出现了一股大海的味道。不等陆若燕多想，陆晨瑜的身上已经出现异变，从四肢到脸颊慢慢长出了规整的鳞片，双耳上像鱼鳍一样的蓝色翼状物缓缓升起，他的2条腿慢慢融合成了一条嵌满蓝色鳞片的鱼尾。下一刻，陆晨瑜的身体就缓缓升到了半空中。创造完成，请宿主为诡异序列007命名。难得看见这么顺眼的诡异造物，我满意的说道：“就叫海妖吧。”命名成功，诡异序列007海妖已成功录入诡异档案。初始等级 B 级巅峰，可复制能力海妖之鹰捕获海洋之力。我若有所思，看来是擅长水下战斗的能力。南柳临近南海，这个序列的能力倒是来得及时。在水里，007足以抗衡比他深，境界高出许多的敌人，而且 B 级巅峰已经可以悬空而立，在陆地上倒也不会受什么限制。在我思绪翩翩的时候，陆晨瑜已经慢慢熟悉身体，找到了变回原来样子的方法。姐，你现在感觉怎么样？他刚一落地，陆若燕就立马迎了上去，迫不及待地问道：“你是不是拥有异能者的能力了？刚才那个气息好强大，你现在是什么等级了？”陆晨瑜纠结一下后，才迟疑地点了点头。应该算是异能吧，至于什么等级，我也不知道。他现在的境界是 B 级巅峰。陆若燕瞬间就被惊住了，缓过神来后，她看向我的目光已经充满骇然与敬畏，她的眼神死死盯着剩下那瓶药剂，无论怎样都移不开。造物主大人，我喝下这瓶药剂也能拥有这样的力量吗？喝了自然会知道。我没有回答，因为结果或许比他想的更加惊喜。2瓶药剂里，1瓶精品级，1瓶史诗级。陆晨瑜运气不好，偏偏挑走了那瓶精品级药剂。见我不肯回答，陆若燕似乎也按捺不住了，拿过剩下的那瓶药剂后，迫不及待的就喝了下去。结果入口还没半分钟，陆若燕身体僵硬的倒在地上，眼白翻起，心脏瞬间就没了跳动。啊！陆晨瑜惊呼一声，赶忙跑上前去，却发现对方已经没了半点生机。事情发生的太突然，陆晨瑜瞳孔中的不知所措，甚至还没来得及被悲伤取代。等他反应过来后，赶忙跪倒在我跟前，带着哭腔说道：“大人，求您救救洛言。”然而我却只是静静看着，瞳孔中没有丝毫着急。别急，他的进化还没有结束。陆若燕的反应虽然有些突然，但却没有让我感到意外，因为合成出这瓶药剂时所用的那份史诗材料就已经有了预兆，活死人之心。果不其然，在躺尸了几分钟后，陆若燕身上再次出现了变化，一根根白色绷带不知从何出现，像是拥有生命一般，从腿部开始向上包裹住她的每一处身体，直到延伸至头部的时候，才在双眸下一点点的位置停了下来。这时候，陆若燕的瞳孔也终于恢复了意识，只不过那一双眸子已经从黑色变成了更为冷清的冰蓝紫，她的身体也缓缓悬到了半空中。下一刻，远超先前2人的气势喷涌而出，让整座医院的人几乎同时感到一阵剧烈颤抖。创造完成，请宿主为诡异序列008命名。想了想合成这瓶药剂时所用的阴间材料，我缓缓开口道：“八守墓人。”命名成功，诡异序列008守墓人已成功录入诡异档案。初始等级 S 级巅峰，可复制能力活死人之躯，活人死葬。中木之钉脸是黑棺，又是 S 级巅峰，看来我的运气还不错。这3个新序列都是同品级中顶级的存在。缓缓恢复意识的陆若燕，瞳孔中满是不可置信的神色。没想到短短几分钟，自己竟然拥有了 S 级巅峰的修为，多谢大人恩赐。他突然对着我单膝跪了下来，眼神中满是狂热。起来吧，我给你们一段时间，让你们去解决自己的事，但在1周内我要听到异能者协会南柳分部被灭的消息。大人的目标是异能者协会，这个想法在陆若燕脑中划过，让她更加坚定了心中的信念，因为早在之前，她便有了这个和我别出一帜的念头。大人放心，我早就想这么做了。就在这时，一道虚弱的声音从病床传了过来。听闻动静，陆晨瑜心中一喜，赶忙走到了床边。此时陆明霄已经悠悠醒来，但却还没明白过来发生了什么。我不是要死了吗？怎么感觉现在一点事都没有？陆晨瑜感激的目光投向了我。是这位大人救了你，快谢谢大人。沿着陆晨瑜示意的方向望去，直到看见立在自己床边的那只乌鸦后，陆明霄愣了愣，向一只乌鸦道谢。尽管听上去比较离谱，但他心里却清楚，大姐绝对不会害自己，况且自己身上的情况也确实不像是常人能有的手段。很快他就收敛神色，真诚道谢。我只是轻轻颔了颔首。接下来的事情你们自己处理，别忘了我交给你们的任务。看见一只乌鸦口吐人言，陆明霄双眼不由一瞪，但还没等他说什么，我意念一动，身体已然化作黑雾，消散在了原地，直到我的身影彻底消失不见。陈瑜、落雁两女才看向了陆明霄。你现在感觉怎么样？陆明霄轻笑着摇了摇头，准备翻身下床，可就当他左脚落在地面的刹那，整个手术室的地板竟骤然间崩出了蛛网般的裂缝。突如其来的一幕，直接把陆明霄吓了一激灵，他连忙把脚收了回去，却不料下一刻，身体也连着整张病床一起塌。
看着模样狼狈的陆明霄，陆晨瑜不由掩嘴轻笑。赶快适应一下身体里的力量吧，别等一下把这里都给拆了。陆明霄听闻这话，满脸迷茫，不可置信地看着自己的双手。这时脑海中突然涌入一股信息，让他知道了自己昏迷时发生的事。序列006囚徒，看来你已经明白了，为了报答大人的恩情，我们要尽全力去完成那个任务。陆若燕也缓缓靠了过来，等目光落在陆明霄身上后，一下变得十分冰冷。告诉我发生了什么？是谁把你打成这样的？这件事绝不可能就这么算了。陆明霄刚开始还有些犹豫，但感受到陆若燕身上比自己还强的气势后，顿时没了什么顾虑。他把之前发生的事全部说了出来。原来是他们，我带你过去亲手打回来。陆若燕冷哼一声，突然感觉门外有人靠近，便扭头朝两人说道：先离开这里吧，再不走就要被他们发现了。说完他便径直走到窗边，从7层高的楼上就跳了下去。其余两人对视一眼，便紧随其后纵身跃下。另一边的渔人酒吧，虽然已经是后半夜，可酒吧内依旧闪烁着五彩斑斓的黑。在中心的卡座前，先前嚣张的黄毛端着半杯酒，对着面前的青年点头哈腰，满脸谄媚。秦爷，我弄死了那个小贼，他还有2个美若天仙的姐姐，我之前见过几次，一个清纯，一个高冷，您绝对喜欢。沙发上的青年一听，顿时就来了兴趣。你把人带过来，如果我满意，你的事我就顺手解决了。站着的黄毛总算是松了一口气，脸上重新恢复了肆无忌惮的笑容。那我现在就去把人抓过来。青年已经重新将目光投向舞池，只是随意的挥了挥手。小黄毛陪笑着走出了卡座，却不料刚走到门口时，2道曼妙的倩影映入了他的眼帘。竟然还自己送上门来，那可就怪不得我了。这2人正是陆晨瑜和陆若燕，不知何时已经出现在了酒吧门口。小黄毛立即朝周围使了个眼神，另外几人便齐齐朝2人围了上去。看见不怀好意的几人，陆晨瑜心头一紧，下意识就想动手，但陆若燕提前跨出一步，隐晦地按住了他的手。小黄毛大笑着从人群中走了出来。陆明霄的姐姐是吧？难不成是想来找我报仇的？来得正好，我们老大可是对你们很感兴趣。话音落下，几个壮汉挟持着2人朝酒吧内走去。知道就是眼前这人险些害死自己弟弟后，2人眼中都不约而同露出了一抹杀气，但他们什么也没说，只是乖乖地跟着众人脚步朝里走去。单单杀一个人还远不够解气，就得把一锅全端了。秦爷，人我给您带回来了。这么快？你不会从哪儿随便给我找了2个吧？听见背后传来的声音，青年刚转过头，那2张极美的容颜瞬间让他把话卡在了喉咙里，一手推开贴过来的妖艳女人，2眼直勾勾的就朝陆若燕2人走了过去。路过黄毛身边时，他极其满意的拍了拍对方的肩膀。这件事干得很不错，以后你就跟在我身边。现在先滚吧。虽然被骂了一句，但黄毛却是嘴都笑到了后耳根处。谢谢秦爷。他自知留下了碍眼，识趣的转身就要离开，可这时一直沉默不语的陆若燕却突然抬腿，一脚直接把黄毛踹到了墙上。他莫名抬头往上看了一眼后，淡淡说道：人齐了，动手吧。就在众人都不明所以的时候，一道锁链忽然从天而降，刚刚还一脸猥琐的青年，下一刻直接被砸成了一滩烂泥。近在咫尺的黄毛被溅了一身血肉，整个人呆立在原地，似乎还没明白过来发生了什么。直到身旁的锁链被缓缓收回，清脆的摩擦声瞬间把他吓出了一身冷汗。这是什么东西？话音刚落下，一道赤发血童，双手被锁链牢牢禁锢的身影就从天而降，正好重重落在了他身前。是你？你不是已经死了吗？你到底是个什么怪物？看着死而复生的陆明霄，恐惧一瞬间涌上了黄毛几人的心头。我说过，敢欺负我姐姐，我做鬼都不会放过你们。阴森的语气像是从地狱里爬出的恶鬼一般。话音落下，他骤然发力，手上的锁链立即寸寸断裂，沉重的铁锁化作长鞭，在陆明霄手上被甩出了爆鸣，紧紧一击，黄毛几人的身体瞬间爆开，全部糊在了酒吧的墙上。第二天，异能者协会南柳分部悦耳的歌声不知从何处传来，让每个工作中的人不禁放下手中的活，一点点沉沦其中，他们无法自拔，不知不觉扬起嘴角，露出了幸福的笑容。然后所有人的双手缓缓抬起，在一片笑意盎然中，死死掐住了自己的喉咙，直到脸色发紫，彻底失去呼吸后，冰冷的尸体上仍洋溢着笑容，看上去无比诡异。醒来，一道带着精神冲击的怒吼声传遍整栋大楼，饶幸存活的异能者们才惊醒过来。映入众人眼帘的是周围横七竖八、死状极其吓人的同事们。粗略清点过后，整个协会里300余人，活下来的不足2成，而现在还能站着的，基本都是等级偏高的异能者。若不是那道声音将众人唤醒，恐怕他们的下场也不会好到哪去。众人在一片恐惧中退到了角落，惊疑不定地看着眼前一幕。难道是歌声？你们刚刚有听到那阵歌声吗？一时间，众人面面相觑，敌袭，全体一级战备。先前唤醒众人的那道声音再次响起，活着的几十人立即冲出楼外。只见头顶的天空上正悬浮着2方互相对峙的数道人影，是2位副会长和8位执事，竟然连会长大人也出现了。这应该是我们协会的最强阵容了吧？那边的3人是谁？竟然能引出这么大的
阵仗。此时地面传来的声音，杨天楚已经无暇顾及，即便乙方占了绝对的人数优势，可他额头上的冷汗还是如同细珠般不断冒出。看着面前不知从哪出现的3人，他只觉着一股无名的压迫感不断涌来。虽然他早已是劣级巅峰的异能者，只差一步就能跨入 S 级的大门，但是眼前这个面无表情的女人，仿佛体内蕴藏了极其恐怖的力量，让他一阵心惊。你们到底是谁？为何无故袭击我异能者协会？杨天楚硬着头皮站了出来。你是南柳分部的会长。陆若燕站在最前方，冷冷看了眼杨天楚，终于开了口。不错在下杨天楚，你们如此恶劣行径，是想要和我异能者协会开战吗？虽然杨天楚说的话很硬气，但语气中却藏着心虚。他一点都不想开战，只希望对方能就此退去。不过可惜，陆若燕此行的任务注定是与他意愿相违。既然都到齐了，正好省得我一个个去找。他忽地伸出双掌，一股浓郁的死气霎时间就围住了杨天楚一行11人。觉察到死气中隐藏的威力，杨天楚瞬间瞪大了眸子，瞳孔中满是不可思议之色。你是 S 级异能者？当然不是，我和你们这群饭桶不一样。冰冷的声音响彻空间，一根根绷带也在这个时候涌出，包裹住了陆若燕的大半身体。天地和死葬。话音落下的刹那，围绕在众人周围的死气瞬间聚拢，犹如一口漆黑如墨的棺材，把11人全部困入了其中。杨天楚等人察觉出不对劲，刚准备从上方的缺口飞速离开，却不料一扇棺材板从天而降，将几人一把拍回棺内后，直接把整座棺材牢牢封死。下一刻，无数撕心裂肺的惨叫声从棺材内响起，仅仅几秒钟后，叫喊声就逐渐减弱，再也没有了半点声息。等到死气全部散去，半空中11具完整的骨架坠落地面，在饶幸活下来的异能者面前摔成了一地碎骨。眨眼间，他们之前仰慕的对象，此刻却连骨头都分不清是谁的了。如此强烈的落差，让原本寄予厚望的众人纷纷愣在原地。好啊，会长他们都打不过，我们留在这里等死吗？人群中一道声音激起了众人逃生的欲望。这时，一道红色的身影骤然间从空中坠落，掀起一片烟尘，金属与地面摩擦的清脆声不绝于耳。陆明霄的身影缓缓显出了轮廓，他手边拖着的2条金属锁链顷刻将地面砸裂，猩红的瞳孔直视着几10人。陆明霄舔了舔嘴唇，好似对这群猎物已经垂涎欲滴。众人在恐惧中四散逃窜，可回应他们的却只有锁链在空气中舞出的暴怒。短暂的战斗很快结束，3人重新伫立在空无一人的大楼顶部，无数肉眼不可见的能量从尸体溢出，如龙卷般朝中心汇聚。陆明霄和陆晨瑜的身体同时微颤，身上的气息已然突破1级。至此，南海3城全部沦陷。帝都第9监狱内，看着南柳那边的战斗轻松落下帷幕，我轻轻点头。江南、魔都、南柳这3座都城已经连成一片，那就以南海这块为中心，开始向北部蔓延吧。不过眼下这种情况，诡异现实的消息肯定是拦不住的，估计很快异能者协会就会对南海地区采取行动，接下来的速度还要加快才行。我心中细数了一遍，目前自己麾下拥有的诡异总共8只，其中 S 级2个，005古天使和008守墓人，但展现出来的战力已经足以和普通的 SS 级异能者媲美。另外有 A 级3个，002鬼伞、006囚徒、007海妖，B 级同样3个，累累1气溃、累累3猪、后004毒鸦，再加上古天使的白骨警卫，这些战力已经可以唬一座排名靠前的都城相当。但要是想单靠这点战力来对抗剩下的33座都城，那无疑是天方夜谭，还是得要创造出3S 级诡异，才能让那群家伙投鼠忌器。一位资深的3S 级异能者已经能轻松做到一击灭一城的壮举了。不过以目前的信息来看，想创造出3S 级诡异只有2条捷径，一是创造商城里的那份传说级材料，虽然不知什么时候才能刷出来，但以我现在的创造点来看，换下应该没问题。经过最近的一系列大战，现在手里的创造点已经囤了足足5000有余。至于第2个办法，就是故意放跑的那只小白鼠。不过异能者的等级提升实在太慢，等林峰修炼到3S 级，恐怕都不知要到猴年马月了。想到这里，我突然眼睛一亮，既然林峰是未来系统创造的产物，那现在的我是不是也可以通过系统对林峰进行干预？果不其然，很快得到了系统肯定的答复。目标人物林峰，经检测，其身上拥有一份通过本，系统创造的游戏程序《神秘高塔》，当前该程序为关闭状态，请问是否花费创造点重新启动该游戏程序？我挑了挑眉头，很快就明白，这或许就是他能知道乙方底细的原因。听到这，我的嘴角悄然一翘，心中已然有了想法。重启高塔程序，重启成功。当前程序已设计至第5层，是否进行修改或创造？我果断说道。对第5层进行修改 ，BOSS 实力降低5成，能力随机保留2个，其余删除。通关奖励全部改成提升修为等级的宝物。按照这个模式，我一直照着自己的诡异序列往后设置关卡，直到最后第8层的守墓人也削弱完成后，才结束了改动。这样一来，不但能让林峰快速提升等级，好早日突破到3S级，
还不用像之前一样担心手下诡异的弱点全被洞穿，说不定还能借林峰误导异能者协会，简直是一石三鸟。异能者协会总部，头痛欲裂的林峰从病床上坐了起来，一个白袍男人面无表情地走到旁边，看着病历本对林峰说道：“灵力枯竭，加上大量失血，看来这一次你得大麻烦了。会长大人在办公室等你汇报，你自己过去吧。”林峰看清来人后，即便身体仍有不适，也赶忙翻身下床恭敬行礼，因为眼前这位可是 SS 级的异能者，而且还是唯一一个 S 级以上的辅助系。从某种程度来说，甚至比某些3S 级绝顶强者的地位还要高。毕竟只要能和这位保持好关系，可以说多一条命也不为过。离开医务室后，林峰一边想着该怎么狡辩，一边朝办公室走去。会长，您找我？林龙天放下手中文件，抬头一看，发现是林峰后，急忙问道：“现在封损小队彻底失联，就剩你一个人跑了回来，江南到底发生了何事？”林峰早就猜到对方会这么问，拿出了已经准备好的说辞。封损小队的其他成员全部牺牲了，只有我一个人侥幸逃了出来。林龙天猛地一拍办公桌，不可置信地站了起来。怎么可能？封损不是最近才突破 SS 级吗？江南怎么可能有人杀得了他？看着一惊一乍的林龙天，林峰心中暗自摇头。我们的敌人与异兽类似，是一种名为诡异的新生物。这种生物平常与人类无异，唯有在战斗状态下才会露出原形。目前我们已知的共有5个。杀死队长的那个名为古天使，虽然他的等级只有 S 级巅峰，但实力却远超同等级的异能者。听完林峰的一番话，林龙天若有所思地坐下，缓了好一会儿，才从这庞大的信息量中回过神来。他严肃地看着眼前的林峰：“为什么只有你一人逃回来了？而且你为何知道这么多信息？”林峰不动声色，只是摊了摊手，一脸无辜道：“我也不清楚，或许是他们觉得我太弱没有威胁，又或者他们本就是想让我们知道诡异的存在。”听完林峰的话，林龙天猛地又给了桌子一巴掌：“嚣张，简直是不把我异能者协会放在眼里！现在把你知道的都详细告诉我。”林峰把前4个诡异的能力详细说了一遍。至于第5个诡异，我只知道他的名字叫古天使，等级达到了 S 级巅峰。封损队长还认识古天使，好像叫杨文简。听到这个熟悉的名字，林龙天瞬间回忆起一些以前的事情，一股隐隐的担忧开始萦绕在心头。要知道杨文简之所以变成植物人，这里面可是也有他的一份功劳。林龙天突然想到什么，立刻扭头朝身边的秘书吼道：“之前不是让你去找杨武思吗？这么久了人呢？”秘书被吓得冷汗直流，硬着头皮说道：“我们城市网又变了，一直没办法联系上。”林龙天瞬间暴跳如雷，指着秘书的鼻子骂道：“你们是饭桶吗？不会让魔都的协会分部去他家里找吗？现在给我滚去联系他们！”一通发泄掩盖掉心中的怒火后，林龙天重新看向林峰：“你这次提供的信息非常重要，就按你说的顺序重新收录档案。至于江南那边的事儿……”就在话说到一半的时候，办公室的门突然被狠狠撞开，一道略显狼狈的身影映入眼帘，满脸着急地冲到了办公桌前。会长，大事不好了！他连喘气都来不及，连忙朝着林龙天慌乱说道：“刚刚收到信息，魔都和南流这2个地方的协会分部都被灭了，无一人存活。”什么？又一次被惊奇？今天已经不知道是林龙天第几次试探了。这个消息宛如深水炸弹，瞬间把他想骂人的心都给炸灭了。秘书缓过一口气，连忙接着说道：“袭击当地协会的是一种由人变成的怪物，实力非常强，基本都是一击就结束的战斗，很多人甚至没看清。”诡异！林峰和林龙天2人对视一眼，几乎瞬间同时喊出了声。为什么这些诡异会突然袭击这2座城市？林峰压根不知道这2件事，一时间眉头紧锁，脑子飞速运转着。很快他就发现了这3座城市之间的关联。会长，林峰说道：“这3座城市刚好可以连成一片。”林龙天表情迅速变得极其凝重。如今南海那一块区域，我们已经彻底失去了控制，不能再这样任由他们破坏下去。传我命令，把诡异的信息公布全国，发布悬赏令，同时开启收容计划，非通知所有守护者小队，让他们全部赶往南海。就算是翻个底朝天，也要把这几只诡异全部抓回来。从林龙天的办公室离开后，林峰总觉得这件事没那么简单，一路愁眉紧锁地回到了自己的住处。按理来说，3座都城之间距离那么远，这么短的时间内，哪怕是 S 级巅峰的异能者，应该也不能这么来回奔波。他脑海中闪过了一个恐怖的想法，难道还有其他诡异存在？林峰霎时间倒吸了一口凉气，他越发觉得这个答案无比正确。会不会袭击魔都和南柳的是第5层之后的诡异？当初要是有现在的身手，说不定就能通关了，也不至于对后面的诡异一头雾水。突然，一个熟悉的声音竟然又在他脑海中响了起来。能量已恢复，高塔游戏重新开启，请问宿主是否继续进行挑战？突如其来的声音先是让林峰愣了愣，旋即反应过来，他脸上立即露出了狂喜的笑容。我就知道金手指肯定不会这么简单。林峰兴奋地自语道：“这一次我一定要打通关，这样未来出现的所有诡异我就都知道了。”林峰兴奋地再次发起挑战，一阵天旋地转的感觉过后，熟悉的白骨森林再次出现在视线中。这是古天使的居住地，抚摸着一旁冰冷的白骨树干，林峰的视线望向森林深处，一道全身由白色骨头组成的身影缓缓映入了他的眼帘。人类去死！林峰自然也被古天使给发现了。6道古翼微颤，一柄巨大的骨刃瞬间就朝林峰
风劈了过来，但是林峰心中一喜，因为他发现对方的动作自己竟然看得一清二楚。他抬起手中的长剑，与古刃狠狠对撞在一起。下一刻，他预想中自己被击飞的画面竟没有出现，反而是双方都被震退了半步。怎么感觉这个古天石好像变弱了？林峰有些不敢相信地摸了摸手中的剑，看来经过这1年的锻炼，我的实战能力进步了不少。看到希望的他手持长剑，再次大笑着与古天使缠斗在了一起。整整1个下午的时间过后，林峰一剑砍下古天使的头颅，终于成功通关第5层，而且仅仅死了3次。原来这古天使也没有这么强。恭喜宿主通过高塔第5层，获得生灵丹1枚，服用可以迅速提升等级。但要入喉，林峰只觉一股庞大的灵力化作暖流，疯狂洗刷着自己的4肢百骸。没过多久，他的境界等级开始接连数次突破。等到身上的动静彻底结束后，他已经从原来的 B 级巅峰横跨一个大境界，直接来到了 A 级巅峰。林峰露出了不敢相信的神色。系统出品必属精品，如果后面能再多获得些提升实力的宝物，说不定再遇见现实中的古天使，我也能战而胜之。林峰眼中闪过一缕寒芒，刚想继续挑战，却被系统浇了一盆冷水。高塔冷却中，24小时后方可进入下一层第9监狱中。我无语的摇了摇头，打个半成品都要这么久，真是个废物。我查看了一下信息面板，目标人物林峰当前已通过高塔第5层，等级提升为级巅峰。原本担心林峰通关太快，我自言自语道，自己来不及弄出新的诡异，这才设置了一个冷却时间。现在看来倒是多余了。白山他们几个现在都在哪里？话音落下，白山的身影悄然出现在监狱门前。大人，因为您没有吩咐任务，所以他们几个现在已经散开，分头去找事做了。白山有些尴尬的挠了头，接着不好意思的说道：“他们去挣钱了。”我眼角微微抽搐，脸上满是怪异之色。倒是忘了在变成诡异之前，我说道：“只有古天使在魔都还有点下。”这画风多少有点奇怪，我越想越觉得不对劲，又怀疑的问了一句：“他们所谓的挣钱，应该不是普通的挣法吧？”白山干咳2声，支支吾吾说道：“江南南流2地，那些异能者的私人钱庄快被拆完了。”我好奇的看着白山：“那你怎么不去？”白山心虚的看了我一眼，小声说道：“我的本体和他们在一起，也不完全是为了钱。我们还找到一些可以提升实力的宝贝，我这次专门带了一部分过来，您要不要看看？”闻言，我双眼一亮，说不定现实中的材料，我思索道，也可以用于合成药剂呢，给我看看。见自家大人来了兴趣，白山顿时喜形于色。他靠着牢房外的监控死角，小心的把1枚戒指递过了门缝。我有些意外的挑了挑眉头，竟然还有储物戒，看来你们这次收获不小啊。我直接尝试将戒指内的所有东西一股脑收入系统空间内，发现成功后，我又装作无意的把戒指递了出去。白山立即接过，发现里面的东西都消失后，心中不由一震。你去跟他们说，我吩咐道，抓紧时间再多拆点。江南这边的拆完就去魔都拆，把材料全部给我，剩下的你们自己安排。白山一时间摸不着头脑，只得满脸怪异的应下。忽悠走白山后，我进入了系统空间，20多样散发着各种光芒的材料映入眼帘。现实的材料果然可以被系统识别，我欣喜道。现在看来，应该是拥有灵气的材料才能被系统承认。但我没高兴多久，因为材料数量虽然很多，但大部分都只是普通等级，对现在的我来说用处不大。正在这时，系统检测到大量低级材料，开启合成功能，将一定数量的同品级材料进行合成，可获得一份高品级材料。是否支付1000创造点？开启合成功能，看了眼剩下的4000多创造点，我一脸肉疼的选择了支付。计算了一下合成比例，刚好能合成一个史诗级材料。随着一件件材料放入合成器，原本琳琅满目的空间很快就被清空，最后只剩一份散发紫光的史诗材料——青丘湖的九尾。除了这份新的材料，系统内还剩余3管林峰的血，一个史诗材料包，还有2个精品材料包。我琢磨了一下，决定用2份史诗材料加上林峰的血液，试试能合成什么药剂。我意念一动，史诗材料包自动打开，以青丘湖的九尾为主，3种泛着紫光的材料依次被放入了系统的合成槽中。随后，一瓶散发着诱惑力的粉红色试剂出现在了系统空间中。看着剩下的2个精品材料包和2份林峰的血液，我再一次陷入了沉思。还能再合个 S 级的药剂，我心想，留一份史诗级血液就够了。于是我把第2份史诗级血液也塞进了合成槽里。至于那2个精品材料包，打开后没有细看，便直接扔了进去。第2瓶试剂也制作完成，我正准备叫来白山的傀儡，系统的一道声音也恰巧在此时响起：诡异序列004度压突破累计，获得精品材料包2个，以解锁新的兑换能力。傀儡召唤，系统说明道，可召唤一具与真人无异的傀儡，拥有本体80%的实力，可完成简单指令，持续时间6小时。看见这个能力后，我突然嘴角微微一勾。看来这次用不着白山了，我说道。虽然只有6个小时，但找2个人应该是够用的。话音落下，我的动作突然变得安静下来。与此同时，在牢房的窗户边，一只普通的乌鸦飞了出去。没过多久，我喝着奶茶汇入魔都街头的人群中，难得出来一趟，自然要先四处逛逛。扫了一眼周围后，不远处的一块招牌吸引了我的注意，在一个剧院大厅门口摆放着一个招牌：魔术表演免费观看。我缓步走了进去。此时大厅里人数不多，连座位的1/5都没坐满。从这些人不耐烦的表情来看，估计都
都是和我一样奔着免费2字进来的。我随便找了个位置坐下。各位来宾，大家晚上好。一位身穿礼服、戴着白色面具的男人缓缓从舞台一侧走了出来。我是今晚的魔术师旗舰。他朝寥寥几十人微鞠一躬后，便自顾自地开始了表演。刚开始都是些无聊至极的小魔术，即便他表演得很好，观众却是纷纷打起了哈欠。你怎么突然带我来看这种东西？一点都不好看。我们走吧。啊！旁边一个女人像是在撒娇一样，抱着男人的手臂轻轻晃了晃。然而在黑暗中，她没注意到的是，男人的瞳孔中闪过了一丝厌恶。林泽装作一脸享受的说道：“我们不是说好了吗？今天一天都听我的安排，晚上就去买那个你喜欢的包包。”女人本想发怒，可最后那句话却让她忍下来。好吧，既然林哥喜欢看，那灵儿就陪你吧。两人的小动作全被我看在眼里，本来没感觉有什么问题，可看到舞台上魔术师闪躲的眼神后，我嘴角微微上扬。此时大厅里的人基本都走光了，只剩下我和那对情侣。台上的魔术师见我看得津津有味，眼里似乎有些无奈。想必这些小魔术大家已经看腻了，那么接下来我将给大家表演一个重头戏——人体切割术。现在我要随机挑选一个观众，